第二日小年，街面的商铺都挂起了喜庆的灯笼，开门迎客。舒文跟幸福一早就出去了，约好了中午回来吃饭。他则在屋里算买多少地，这人工具配套要花掉多少钱。若是合适，最好能买个大一点的现成的庄子，贵一些倒也无妨。中午的时候，三人聚在一起吃了一顿饺子，大堂里都是异乡吃饺子的人，倒也让小年显得没那么冷清。下午，舒文跟幸福又出去了，一直到许多铺子打烊了才回来。春晓赶紧给他们叫了饭。赶紧吃，饿坏了吧？舒文边大口吃着饭边冲着他笑。姑姑，我今天了解的可多了，等会儿找个小二拿个纸笔给你记下来。帮我也记一记，我怕忘记。幸福跑了一日，这会儿喝上热腾腾的汤，别提有多美了。小姐，这边除了粮食棉花那些，像工具那些的价格都还算合理。我们家老早以前打了把锄头是9000银子，如今去问还是9000。那就好。总算是没有什么都贵，不然再多的钱都有花完的日子。第二日一早，他才刚睁开眼睛，就听到有小二敲门的声音。谁呀？什么事情这么早？幸福已经起了，走到了门后询问。严姑娘，衙门的衙差让人带了话，让您陈时中到衙门一趟，说是去看地。知道了，多谢小二哥。春晓赶紧急急忙忙地起来洗漱，此时已经卯时快入辰时了，他们要赶紧叫车过去才行。三人急急忙忙地下了楼，发现门口还站着几个人。小二说这几位都是一起要去衙门的，大家便一起坐上了客栈的牛车，赶往县府。各位都是来买地的吗？是啊，我们家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家中之前种了不少药，这如今豫州府不让种药了，只能重新买地了。这种药材对地的要求比较高吧？那兄台，你可得买块好地呀。我们家是做棉麻生意的。一听到棉麻，春晓便竖起了耳朵，这是同行啊。准备买些地种麻。哎，姑娘，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？我倒是少见妇人出来跑生意，佩服佩服。我们家跟大哥家差不多，只不过我们不种麻，种棉花。这棉花可是个好买卖啊，可惜种棉花收成太低，这税一交就所剩无几了。那你们这得地买得多才划算。这位大哥说的是，就想着能不能买便宜些，多买几亩呢？几人虽然都是买地的竞价，但是一路上还算是相谈甚欢。到了府衙才知道，这要看地的可不止他们几个，府衙门口还等着10几号人呢。小姐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怕是把人都召集到了一起，准备一次性看个够。事实也证明他想的没错，主簿居然安排了4辆马车，带了2个衙差，让大家坐上马车就一起出发了。因为位置有限，春晓只带了舒文，幸福自己回了客栈。主簿先带着他们去了县郊的2个庄子，这2个庄子都是私人出售的，一个125亩，一个132亩，要价都是1300两，这个价格不二价。春晓看了看土质，尚可，种粮食没有问题，贵是贵了些，但是还不错，可以考虑。他看到好几个都在记，于是让舒文也记下，只不过别人记用纸，他们用脑子。接着去了一个镇子，看了几处散地，差不多凑在一起也有1-200亩，这些地都是上等的良田，价格就比较贵，要9两银子1亩。接着又去了另一个镇子，镇子的村子里有2处大片的荒地，土质一般，勉强可以种粮食。地的面积就比较大了，一处有300亩，一处有370亩，要价是7两银。主簿跟买地的众人讲，这2处地可以合买，但是不能散卖，意思就是可以几个人商量包整块，但是若只买一部分就不卖。春晓觉得这2处也不错，若是给他种棉花挺好，若是没人买的话他便买，这么多地可太好了。
他都想好了，想着想着，心里头开始激动。今日这大的地块算是看得差不多了，还有最后一处，路程有些远，这会儿已经过了午时了，大家先在镇子上吃点东西再出发吧。大家纷纷感谢主簿大人。吃饭的地选的是乡衙，由镇上的亭长做的东。吃完了饭，告别了亭长，4辆马车又出发了。这回跑了整整1个半时辰才到地方。结果众人下了车都有些傻眼，各自交头接耳。姑姑，这地呢？春晓满眼望去，就是一片荒原。主簿大人，不是要看地吗？地在哪里啊？咱们脚下踩着的就是地呀，山脚下这片都是。众人目瞪口呆。春晓蹲下抠了抠地上的细沙土，这地，他摇头笑了笑。主簿大人，您莫不是开玩笑吧？这地荒无人烟的，这哪里算什么地啊？您看看这土质，根本就种不了粮食啊。看看总是无妨的，怎么种不了地啊？往西有200多亩都是良田，这一片田地有1037亩，包括213亩的良田，这地价合起来可便宜，出售的话只要4两银子1亩。这种地还要4两银子1亩啊？这个老家送都没人要，不就是开荒的荒地吗？不至于不至于。主簿的面子有些挂不住，他也没有办法。这地方闲置多年，如今好不容易买地的人多了，总要为县府打算打算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里有200多亩良田，你们想一想，这良田才4两1亩，你们上哪里去找这么便宜的地，是不是？大家都不为所动，有些人还在后悔跑了这么远，看了一处这样的地方。主簿大人，能不能带我去良田看看啊？主簿正尴尬，突然听到有人要看看，忙让衙差拉了1辆车带他去看，其他人都站在原地，没有看的意思。春晓跟着马车跑了一会儿，终于到了地方。他下车看了看地，摸了摸土，这处的土壤比刚刚看的确实肥沃不少，也确确实实可以算得上是良田。他又让官差带着他去各个边角看了看，反正马车跑得快，方便。最后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半个时辰以后的事情了。大家蹲在马车边上，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见他们回来，都催着赶紧走。几人坐上马车，马车跑了差不多1个时辰，到了镇上。此时天早已黑透，他们到了乡府衙门，春晓才知道这个镇子叫骆家镇。骆家镇的亭长热情地招待了他们，还给他们准备了房间。大家都没有想到，这一看就是一日。吃饭的时候，有几个等不及了，跟主簿说要买庄子。一个人说了，其他人也争了起来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今日的地呢，大家都看了，我知道大家买地该也是心急，我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若大家有心仪的，价格合适，我们当场就定下来。若是同一块地几人喜欢，那自然是价高者得。咱先说说城郊的2个庄子吧。城郊庄子我要。大人，我要。那处地理位置优越，范某也很是喜欢。春晓也很喜欢城郊的庄子，原本想着可以给他大哥二哥拿下，但是他们种棉花用那个地有点浪费，若是后头300亩的那处地倒还不错，而且那庄子价格贵了不少，他想了想放弃了。那2处地原价是1200两，说的是不二价，最后被几家争抢，居然卖到了1700两。舒文在一旁看他们竞价，看的是紧张又刺激，他觉得太有意思了。接下来好地都有人争抢，最好的良田被重要的买了，看样子能来买地的都是身家不菲的，拿地的时候毫不手软，
几十百来两根本就不在乎。到了那2块300多亩的地的时候，春晓原本以为要的人应该没有几个，结果出乎意料，争抢的人还不少。这2大块地在他看来性价比算是比较高的，他想要那个300亩的，结果他开2200两，就有人开2300两、2400两。等第2轮开价，已经到了3100两。原本大哥二哥的钱就不够，他想着先贴部分，如今这样若是差太多，怕是2人买了也有负担，他就只能放弃。不过这主播太狡猾了，这样子卖，这地比实价卖的贵许多，怎么办？我们抢不到啊！舒文刚刚在看别人的热闹，这会儿也开始着急了。春晓看着灯光下笑得一脸喜庆的主簿，在心里默默地骂了一句老狐狸。最后2个300多亩的地，一个3400，一个3700被拍下。主簿开始卖最后一块地。最后一块地又是咱们骆家镇的地了，大家刚刚看了，地大，总共有1037亩，定价是4200两，诸位可有兴趣的呀？场上顿时没了声响，一旁一脸期盼地看着大家的庭长也渐渐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每回都是这样。主簿咳嗽了2声，清了清嗓子。这入云山下的这块地，你们别看它荒，开垦出来能种不少东西。这土质虽然不怎么样，但是它便宜呀。你们想想，这可是1000多亩啊，你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大块的地去？而且刚刚也看到了，那处到镇上的马程也就1个时辰，牛车也不到2个时辰。主簿啊，不是我们不想买，但是那地太不行了，种东西没什么出息的。你说我们买地都是想高产，这种不出东西的地便宜有什么用啊？浪费时间又浪费钱。可不是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主播，我看明日你不如再带我们再看个别处吧，我这地还没有买到呢。主簿见大家确实是没有想法，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边上的庭长。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见春晓站了起来。严姑娘可是困了，我这就讲完了，大家可以休息了。春晓对他躬了个礼。大人，您说的入云山的这块地，如果大家都不要的话，那我就要了。庭长激动地直接站起来。你这话当真？大家都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他，大概觉得这妇人做事始终是冲动了一些，有的人则直接摇头笑了起来。舒文也傻了，他没有注意别的，他光去想那4200两了，这么多的钱不得3家合起来？但想想那么大的一片地呀，不合起来怎么种得了？主簿大人，庭长大人，民女确实是想买的，但是我人生地不熟的，我若要在这么大片地上建庄子，这各方面怕是都要庭长施以援手才行，不然民女怕是也拿这地没办法啊。这个好说好说，你若是买了这地啊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尽管提，只要不是涉及银钱都好说。庭长此刻比那个主簿还要殷勤。好了，地价既然谈妥了，大家就莫要反悔了，都各自回去休息吧。明日回县衙交银子办了手续，这地就是各位的了，只盼着各位能够遵纪守法，收成的时候及时缴纳税务。也恭喜各位买到地的，没有买到的也不要灰心，过几日我再通知大家再去看一回，都回去休息吧。春晓跟舒文准备回客房，却被突然走到跟前的庭长叫住了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
严姑娘，请留步，能不能与陈某人闲聊几句啊？春晓看主簿也坐着没有走，忙笑了笑。庭长大人，有什么话请说吧。今日去云山那处的时候，我便看严姑娘在仔细看地，没想到你还真要买。不瞒姑娘，那块地确实是许久没有耕种了，主要是因为它大。那之前为什么不分块卖啊？说什么大，这明明是地质不怎么样。那个分块卖也麻烦。我能否问一句，姑娘要买那处地准备做什么呀？良田嘛，自然是种粮食。其他的嘛，我准备种棉花。庭长与主簿对视一眼。你可知同州府税地棉税是30斤，若是缴纳不出，这棉价可是不低的。若是我缴不出棉，能否当我种的全是粮食，按粮税数缴纳税钱？主簿的眉毛跳了跳，这女子也太大胆了，这是公然在给他们提条件。要知道同州的棉价可比粮食价格贵多了。这个到时候咱们酌情处理吧。这地好不容易卖出去，人还是要先稳住。春晓捂嘴笑了笑。主簿大人，我说笑呢，只要庭长大人这边帮忙，我种什么便缴什么，绝不拖欠。庭长的脸上乐开了花，做比800亩的棉花地，税棉就是24000斤，这若是换成税钱，一年是多少？养这样一个税农，镇衙以后都不愁了。刚刚我已经说了，你有什么要做的，比如建房子、要人这些，我们肯定帮你找。原本呢，我也没有想到买这样一个地方。我来的时候，我2个哥哥也托我买庄子的，不知道这骆家镇还有没有便宜一点的200来亩的地。若是有，我也一并买了，回去也好交差啊。陈庭长一听，跑到主簿边上耳语了起来。春晓跟舒文规矩地坐在一旁，只是眼神时不时地瞟向他们那处。两人嘀嘀咕咕地说了一会儿。严姑娘，你若是还想在骆家镇买一块200亩的地，有也不是没有，离入云山也不算远，马程就半个时辰，只是那处的土质也是一般，不过比入云山还是略好的。那地靠近林业村，你若是要的话，总共是218亩，1350两银子。若是种棉花，普通地质就可以了，218亩也合适。那咱们明天能不能先看看？若是合适，那就一起买了。这样，一起来还有那许多人，明日我就让陈厅长带你去看。我们先回县衙了，你这边看好了，我让陈厅长送你去县衙交钱办手续，如何呀？有一个事情我要提醒严姑娘，这外府人员买地办地契的时候是要多交1成地税的，做生意的人都知道。春晓有些懵，多交1成地税，那他的地是4200两，岂不是要多出420两？对面两人看他的脸色，表情也是沉了一沉，看样子果然是不知道啊。这个跟地比起来也没有多少钱不是，这是府城那边的规矩，银子都是交上去的，我们也做不得假，每个来买地的外地人都是要交的。之前见他们还在解释，春晓抬了抬手。二位大人，既然是府城定的规矩，我们照规矩办就是了，我也不会让二位难做的。两人见他如此通情达理，都笑着松了口气。那就好，那严姑娘就早些休息好了。因为买了骆家镇的这块荒地，春晓跟舒文他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厚待。原本个人的房已经分好了，结果他们被重新安排了2个房间，房间的被子也换得更加厚实。
舒文睡前跑到了他的房间。哎，姑姑，他们干嘛对咱们这么好呀？就因为我们买了他们的地？是啊，要在这处花大几千银子呢。能不好吗？本来是废地，以后就是能收税的地了，他们也变成了纳税大户了。姑姑，您还买了2处，这一处就要4000多两了，您哪来那么多银子呀？姑姑的钱啊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明日的地，你可得好好看看了。这处呢，是给你爹还有二叔买的，他们不在，如何规划就得靠你了。那个亭长啊，如今正在兴头上，咱们得靠着他帮忙把这庄子建起来。靠我规划？舒文愣了。是啊，不靠你靠谁啊？你也看见了，姑姑那么大的地方，到时候肯定是分身乏术的。地若是定了，幸福啊就要回去运种子搬救兵，前面这段时间肯定是没人帮你的。舒文一听，瞬间觉得压力山大。怎么，你不会觉得自己不成吧？谁说不成？我总得试试吧，说不定我做的比姑姑你想的还要好呢。舒文提了提气。春晓笑了笑。行，我等着对你刮目相看。赶紧去睡，明日一早啊，看地看仔细些。明日若是地全部定好了，他还要花1天的时间去入云山处仔细看看。无妨，地定了，衙门要定界碑的，到时候跟着定界碑的一起画个地理草图，地如何弄，房子如何做，做怎样的总能安排出来。他今日其实也十分兴奋，那可是1000亩的地，一眼都望不到头。他到那处看的时候就已经知道，这地他要买，种别的或许没用，但是种棉花再合适不过。他一直压着自己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，最后果然低价买下了。其实4两银子1亩买那样的荒地自然是不算便宜，但是相对于万丰那边10两多银子1亩可就太划算了。或许是一夜想着这个事情太过于兴奋，一晚上他都难以入眠。等第2日一早起来，舒文看到他吓了一跳。严姑娘，严小公子，早膳准备好了，吃了早膳我就带你们去看地。亭长大人，莫要客气，民女愧不敢当。哎呀，也不要大人的了，你们就叫我陈亭长就行了，请吧。陈亭长，不知此处请人工钱几何啊？我们这处工钱1日25文，若是包吃时1日是20文钱，大概是这样吧。那若是过年期间呢？过年不过年的都是一个价，你只要请啊，自然是有人做的。就是这处离入云山那边有些远，马车都要1个时辰，这牛车怕就要2个时辰，这时间都花在来回的路上了。这还不简单呢，你们用人何必请镇上这么远的？入云山附近有几个村子，告示一发，各村里正报上想做工的人，他们自己组织管理。你这请人是好事儿，大把的人愿意做呢。不瞒你说呀，我们镇子实则是个穷镇，前年又遭遇征丁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哎，村里人的日子艰难呐。这有组织帮忙，果然是事情都变得简单。春晓跟舒文默默地喝完粥，跟着亭长一起出发去看地。这地有主？这地呢是挂在镇上的，只是空着也是空着，便垫给了附近的村子的村民。昨日我跟主簿商量好了，若是你们要买啊，这出息就当是送给你们的，村里的那一部分到时候由镇上补。春晓带着舒文在地里四处看，200多亩地其实也是很大的一片了。土质确实是一般，但是跟他那处比也好多了。
起码地都是整理出来种着庄稼，他那处还是荒山野岭。在地头转了大半个时辰，春晓他们就点了头说可以了。陈亭长那个高兴，忙让他们上车，结果一上车就直奔县城。这是生怕到手的羔羊跑了呀。春晓心中暗自觉得好笑。马车的速度就是快，3个时辰就跑到了县城。陈亭长将他们直接带到了县府。春晓第一次感受到县府办事的效率这么快。严姑娘，这2份地契是要拿到府城去备案的，我这边的手续已经完了，地契要年后再来拿了。这地已经是属于你们的了，从即刻起，你们要如何都随你们。主簿舒了一口气，春晓也舒了一口气，一旁的陈亭长更是舒了一口气。主簿大人，不知何时去立界碑啊？若是着急，明日去也可。那就明日去吧，正好我跟着一起再去走一趟，看看地方如何安排。可，那你明日辰时中过来，与我们的衙差一起走，带你们一程。多谢主簿大人。今日多谢陈亭长，以后也望多加关照。好说好说，你找我尽管找我。那我们就先回了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2人客气地走出县衙大门，结果一出来就看到了焦急的幸福。小姐，你们怎么才出来？我等了许久都不见人，还以为你们出事了。我问门口的衙差，他们都不搭理我，问多了还要打人。我担惊受怕了一晚上，总算是看到你们了，没事吧？哎呦，对不住啊，昨日去下头镇子上看地，耽搁了太长时间，主簿大人便安排我们在镇子上住了一晚，今日才回。我们没事，地已经买好了。这么快？我也觉得太快了。姑姑，爹跟二叔总共给了1600两，这一下就去了1485两，如今就只剩下115两，这些钱怕是不够建庄子了吧？舒文想要大展身手，奈何银子似乎不给力呀。你怕什么呀？不够，不是还有姑姑吗？我又不怕你爹借了我银子不还。你那处地形呢，已经清楚了，今日我们就把你那处如何建给合计出来，明日见了陈亭长，就让他出面找工匠，材料那些呢也外包，乡府出面应该是不会偷工减料。走，咱们回客栈再说。3人去书铺花钱买了一套常用的文房4宝，回到客栈便关起房门，开始给舒文做庄子的建设规划。哎，怎么样？卖出去了没有啊？但卖出去了，萝卜干没人要。这样，你就在这卖萝卜干吧，还是按我之前说的，我跟你妹妹去把东西办了，收拾钱回来找你，如何？周氏于是带着春晓走了。娘，咱买啥？咱先去布庄，这有了褥子，还得做床单被套。家里孩子多，没有什么旧布，这些都得买。路过街边摊位的时候，周氏又花了10文钱给他买了把木梳子。接着他们又去了瓷器店买了3只便宜碗，他们又去杂货铺买了油、盐、酱、醋等做饭必备调料，还有灯油、陶罐等物品。春晓以为买完了，可谁知周氏又带他去了粮食店。2人都背着满满的东西，周氏又去了棉花作坊取了褥子。走，买的也差不多了，再买也装不下了，回去找大山，该回去了。你们东西都卖完了？我这还再等一会儿，这萝卜干太难卖了。不卖了，走，回去。啊，这收拾的时间还没有到，要不然再等一会儿啊？我们带着这么多东西不好弄，算了，萝卜干能放，下回再卖也行的。你把你妹妹背后的背篓接过来，我这7斤的被子也放你那儿，4斤的褥子我们拿。娘，我背这个，您背装萝卜那个背篓吧。
3个人一起离开了集市。你们的东西都买齐了吗？哪里买得齐呀？不过要紧的要用的都买了，先凑合着用吧。你要是累，就把那床被子给我，我这背篓还是空的。娘，您是不是太小看我了？这才多重啊！放心走吧，保准给您背回家。大山，我们不走村口，直接走村田埂，绕到村尾去。这些东西本来就是给村委制的，拿回去还得从村中漏一圈，到时候村里人又得说什么了。周氏便想着直接去村委。几人于是绕田走小路，从田埂子上绕去了村委。上了坡，就看到春晓的那处房子了。如今插了篱笆，又修整好了，远看着也有那么些住人的模样。春晓已经3天没有来过了，心里隐隐透着欣喜。这处以后就是他的安身之所了。娘，柜子、桌子都好了，床也好了，可以住人了。等床铺那些做好了，我就要住进来。娘，这边确实是收拾出来可以住人了。你先回去，让你媳妇把饭热热，我跟春晓先收拾一下就回去了。我帮你们呗。就2背篓东西，哪里用得上这么多的人？你先回去，不然回去了吃饭还得等。大山觉得也是，于是就先回去了。这布还有这薄褥子要带回去做套，晚上我跟你嫂子就给你赶出来。周氏拉着春晓又到了卧室，他从身上摸出了3两银子。这些钱你收好，等你住过来，种些菜养些鸡，日子大抵也是能过下去的。娘，我算了的，今日花用了4两多银子，我怎么能收您这3两银子啊？这种时候你别犯倔，几百文钱拿在手上能顶什么用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有提几银子，让你拿着用你就拿着，你知道要用钱的时候没钱有多难吗？春晓知道周氏一心为他，他算了算，借了哥嫂2两银子，木匠的工钱欠了2两，如今又用了他娘2两多银子，这一下子就差不多欠了7两了，得早点住过来开始做事才行。到家的时候，田氏跟孩子们都在，严炳发也在。你刚去村委看了？今天家具物实都放进去了，就还差2个盆，你觉得如何呀？爹，挺好的。我刚才还跟娘说，让她今天赶工，把我的铺盖弄好，我明日就住过去。你倒是像我，是个急性子，觉得好就成，也不枉费我们忙活这些时间了。田氏将菜都搬了出来。你真要明天搬过去啊？不在这多住2日？不了，那边东西都买了，老不住人，万一人进去撬了锁，那不是白忙活了？总是要住过去的。春晓说的对，娘，还是明日住过去好。周氏哪里是不懂，不过是有些舍不得闺女而已。那头几天要不要娘过去陪你呀？你一个人万一半夜害怕怎么办？娘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我当初说一个人住那边便不会怕，你放心吧。就是这几天郭没有回来，怕是要在家吃几日白食了。谁说你吃白食了？只要爹娘在，你大哥我有粮食，你吃到什么时候也不能说是吃白食啊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说玩笑话呢，知道你跟大嫂愿意宠着我，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没饭吃。你大哥大嫂啊，都是有担当的。我这辈子呢，虽然过得窝囊，但是几个孩子养的都是好的。谁说你窝囊了？怎么就过得窝囊了？这日子虽然是穷了一些，但是也没有缺吃少穿的，起码也没有饿肚子，别总把窝囊挂在嘴边。我如今儿女都在身边，我觉得好得很。行，你觉得好得很，那就好得很，只要你不怨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就行喽。爹，咱娘可容易满足呢。吃完了饭，爹，家里的锄头这2天要用吗？借我使使，我明天白天去把我那菜园子开出来。你使吧，
这2天没事儿，爹明天替你去开，让你娘啊挑点这个季节的菜种子，开了就顺便种上。这个季节能种的无非就是些萝卜白菜，哦对了，还有菠菜跟蒿菜，明天跟你一样种一点。不用你们帮忙，我自己能开。娘，你把种子给我就行了。你们是不是忘了，在周家这些耕种的事情都是我常做的。她可不是真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主，她也是一个务实的乡下妇人。以前你在周家如何，爹娘不管，如今你回来了，爹娘能帮你一把，肯定就不会袖手旁观。我明天也无事，要不我也去。大山上你就别去了，趁着这几天天气好，跟大河一起多上山砍些柴火。到天气冷下了雪，好长时间都没法上山了。行，那我上山砍柴火。我明天跟大山一起去吧。喂猪的事儿几个小的都会。春晓想了想，想到自己要实验烧炭的事儿。既然爹娘要帮我去开菜园子，那我明天跟嫂子他们一起上山砍柴火吧。你没有去你那灶房看吗？柴火都给你堆满了，你那处的柴火都够用了。大哥，我要砍些我想要的大小的木材，有用。第二日，春晓拿着斧子跟着2对哥嫂上山了。斧子是借别人的，还没有来得及还的，正好可以给春晓用。上了山，几人分头砍柴。春晓专门找那种男人拳头粗细的木质比较结实紧密的树砍。木质紧密，烧出来的炭硬度好，分量重且耐烧。小妹，你砍这木头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木头一根可不轻，等会儿让你哥给你送回去。嫂子，我有用，以后你们兴许就知道了。没事儿，我砍几根就从那边坡推下去，到时候回去了再从坡那边挪回去，比你们运到村子里快。你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。我如今啊算是知道了，这住的离山近，还是很有些便利的。春晓就这样砍几根就拖到下面村尾那边方向，让他们顺着坡滚下去。大山跟大河就满了一担就挑下山，大家各自忙活。春晓已经砍了不少了，但是这种原材料肯定是多多益善，这前期他还要试试才知道成不成，也不知道这边的木头跟那边的差别大不大。若是差别大的话，这烧的时间还得多试几次才知道，少不得浪费一些，所以自然是砍得越多越好。这山这么大，也不怕他砍的这点儿。当他们要收工下山时，春晓都不记得自己砍了多少了，反正是挺多的。别人下山都挑了一担柴火，就他空着双手。他原本想帮嫂子们挑柴，但是人家不要他帮，他就只好先行一步，绕道去了村尾。等到了村尾，爹娘已经回去了。他看了一眼院子，菜园子果然已经开好了。他沿着坡往后头走，按着山上的方位往草丛里走了几十米地，终于看到他滚下来的木头。他并没有将木头拖进院子里，而是放在靠篱笆的院子外头。就这样一趟3、4根，拖了7、8趟才算完事儿，人已经累得不行了。这天也开始暗下来，突然远边有人叫姑姑。我在这儿呢，你怎么来了？奶奶让我喊你过去吃饭呢，这天都黑了。走吧。这忙起来的时候是很难注意到时辰的，以后这里就是真真正正属于他自己的家了。大概是被子睡得太舒服，又或者是白天做活累了，他很快就睡了过去。这睡得早，外头天刚刚亮他就醒了。他兴奋地起了床。春晓舀了水洗漱，没有热水就直接用冷水洗了脸。这是他在家里生活的第1天，什么都觉得前所未有的新鲜。他拿着斧子到院子外，开始将昨日拖回来的木头砍成1米1个的小段。就这样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砍了一半了。
身上也开始发热。他正想着这里没人，要不要尝尝衣服，就听到有人喊姑姑的声音，还不止一个。你们怎么都过来了？姑姑，我们来看看你的新宅子。你们自己玩会儿，姑姑在干活，就不带你们啦。姑姑，你这木头砍了，你要放在哪里？我帮你吧。等会儿啊，姑姑要把这些木头全部摊在那边的空地上晒半日。你想帮忙，就先试试这木头你搬不搬得动。还行，可以抱得动。于是几个小家伙便开始帮他晾晒木头。孩子们虽然小，但是人多啊。没多会儿，木头就全部摊放在空地上。春晓也分完了最后的那部分。姑姑，你这院子好大呀，比咱家的都大。你怎么不一边开个菜园子，等以后菜长出来了可以卖菜挣钱？我觉得你应该搭个猪圈，养猪才能挣钱嘞。要养鸡，养鸡下了蛋也可以卖钱。几个孩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，个个为他的生活操碎了心。你们过来看姑姑，姑姑可高兴了。可是姑姑这里要啥没啥的，以后还是姑姑去看你们吧。春晓有些抱歉，几个侄儿侄女儿都懂事乖巧，她很想让他们日日开心。你们过来有跟爹娘讲吗？他们知道，奶奶让我们看看你有没有啥毛病。哎呀，不是毛病，你说错了。奶奶是让看看姑姑这边有没有问题。一个意思呀。不是一个意思。好啦，不吵啦，姑姑好着呢。春晓笑了笑，周氏还是不放心呢。春晓回了村委，不放心地在场子看了一眼，木头都在，没有人拿，他这才放下心来。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为了等会儿烧炭的事情做准备。第一批数量不要多，先看看效果。整个烧制的过程都离不开人。春晓端了个凳子守在边上，这大太阳天的，就当是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了。柴堆外头的泥烧着烧着就会裂开，还得用湿泥补上，不能漏风。这泥也不能补得太厚，不然不小心塌了，可就白忙活了。太阳没那么烈的时候，泥包也没什么异常。他趁机出去把晒着的木头开始往棚子里收2趟就看看火，直至把那些木桩子全部弄了回来。他又专心地守在了土包前。下边的气孔有火冒出来，他就赶紧用稀泥堵上。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底下的8个孔都堵上了。春晓看了看时间，该回去吃饭了。他看了看顶口，大约还要一会儿才能封口。于是他急急忙忙洗了手，锁好了门，匆匆往村里赶去。怎么总是不注意吃饭的点呢？太阳没落山你就该来了，没事早点来。娘，我一时忘了。娘，我得赶紧吃，那头还有点事儿，不能等回去晚了。做什么这么着急啊？爹娘等你吃饭也没见你这么着急。真有事儿。小妹说有事儿，那自然是有她的事儿。来，帮我把菜搬上桌，咱们吃饭吧。春晓帮着田氏将饭菜搬上桌，等大家开始动筷子时，他急急忙忙开始吃饭。哎呀，你慢些，这么着急是做什么去啊？爹，我在做实验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姑姑，什么是做实验？实验就是你想做一个东西，但是你不知道能不能做好，你得用各种方法去试，这个试的过程就是实验。舒文哦了一声，表示知道了。咱们家如今最有学问的就是小妹了，懂得可真多。哎，我也是瞎琢磨，不然待着也是干待着。他很快就喝完了自己的粥。娘，今日我就不洗了，反正我自己住，自己不嫌弃自己，我先走了啊。
他走到土包边，时间已经有1天1夜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他是既期待又兴奋，他用手去拿，可谁知那些木炭并不像是想象中的那么结实，一捏就碎了。唉，没有成功，这是烧过了。他把之前的土地推了，按照之前的步骤，这次堆的柴火是之前的2倍左右。他将底部的孔洞封好，过了会儿又将顶部的孔洞封好。此时已经快接近晚上12点了，结果因为睡得晚，第二天一早居然起晚了。他赶忙起床洗漱，直接赶去了地里。到地头的时候，周氏他们已经开始干了一会儿活了。春晓也不多说，到了地里就开始帮着田氏捆豆枝。吃完饭回到家，他立马奔到院子后面，就这样待在火堆边上坐了1个时辰。无烟、厚重、经久、耐烧。春晓心中大喜，这确实是成了，而且品质还不错。这炭的事情一落实，他这心里便不似之前那么绷着了。好歹是让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挣钱的营生，如若实在卖不出去，也没什么损失，自己冬天也是可以用得上的。以后每晚烧一个土包，等过几天去拿锅时，先背上一个背篓去镇上试试行情。初晨的空气是十分冷的，路上的杂草上还挂着白霜。春晓此刻的心头却是火热，背着这筐子炭，就跟背着他所有的希望。他心里有个目标，等会儿他直接去福渠巷找上次那一家。既然他们家收炭，那就是妥妥的目标客户。他到了福渠巷，就听到后方有人喊姑娘。他没有注意，背起背篓就想去上次卖炭的地方。哼，你这姑娘可真是有意思，我越叫你走得越快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叫我做什么？我找你能做什么？哎，你不是卖炭吗？我看你蹲在这儿半天了，也不见你叫唤。你的炭到底卖还是不卖啊？卖啊！我就是专门出来卖炭的。那你这炭怎么卖？你放下来让我瞧瞧。60文1斤，我这炭好，经烧，你用过就知道了。这一带我都熟，以前怎么没见过你？哎，你是第一次来这边卖炭吗？我之前都在其他地方卖，这一片确实是第一次。这样，姑娘，我呢第一次买你这炭，也不知道啊你这炭到底用着如何。你便宜一些，55文1斤。如果真跟你说的那么好，你日后来我还在你这里买，就按你说的60文1斤，如何？这冬日用炭的时候多着呢，家里几房人都是要用的。行，我就当给您优惠些，让您试试我家的炭，55文就55文。行，姑娘也是个爽快人。那你帮忙把这炭给我送家里去吧，我给你结钱。哎，魏叔，你的炭这么快买着了？买着了，出门就看见了。哎，你去拿个秤，帮着把这姑娘的炭呢称一称。姑娘，这炭我们买了，这背篓你得留下，不然我们这炭呢可没地方放。大叔，这炭我已经便宜了，这背篓是我10文钱买的，给了您我还得再去买，这怎么成？你看这样成不成？这背篓啊你先留在这里，再买的时候我再换给你，成不成？春晓知道他这还是变相的要背篓，但想着这第一笔生意要给人留一个好印象，他还是欣然同意了。扣了背篓的斤两，炭总共是46斤。那汉子给了他2两5钱，有30个铜板。姑娘，以后你若是卖炭卖得早，可以先过来问问。若是我们今日用了这个炭好，以后有需要肯定会再跟你买的。春晓这会儿拿着钱，手都有些抖。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他居然能一下子挣2两多银子。他将钱赶忙放到内兜装好，心里就一个打算：多烧些，一定要多烧些。过了这茬冬天，这挣钱的门路就该没了。
如今身上除了钱什么都没有。他先去镇上的篾匠铺，背着背篓，他又去了铁铺，拿了上次的收据给老板娘。老板娘便将铁锅跟菜刀拿给了他。虽然今日卖炭的钱没了，但是他的3两银子没有动，可喜可贺。他拿着剩下的16个铜板去肉铺买了1斤肉，又让老板送了他1块猪皮。猪皮是用来开锅的，开了锅他就可以自己做饭了。背篓里如今放着斧子跟菜刀，上头还绑着他的铁锅，手里拎着这个锄头，他觉得他太厉害了。一路走回家，心情都是畅快无比。到村子的时候也就上午10点左右，他直接绕去了地头。爹娘，你这么快回来，你手上的锄头是咋回事啊？我买的呀，难不成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你就那么点钱，让你留着防身，你买锄头做事，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？娘，您别生气，我想了想，我过日子这锄头是必不可少的。今日啊，那铁铺正好有现成的，也不加价，我便买了。家里干活不是正缺工具吗？买了就买了吧。哎呀，新的就是好事。娘，我把锄头借给你们，今日啊，我就不给你们帮忙了，我要去山上砍些木头。他又背着背篓去了大哥家。嫂子，我今天在镇上称了1斤肉，中午做给几个孩子们吃吧，给二嫂他们也送一些。太好了，中午有肉吃了。姑姑，你是不是特意给我们买的？知道我们想吃肉。是啊，就是特意给你们买的。等姑姑以后有钱了，天天给你们买肉吃，把你们呀都养得肥嘟嘟的。小妹，你这也太破费了，银子啊还是得省着点花。嫂子，我有分寸，你放心，听我的。中午啊都做给他们吃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要上山砍木头，中午啊就不回来吃饭了，你帮我做2个粗饼子带着吧。中午做肉你不回来，那怎么行？娘知道了该说我了。哎呀，我又不是孩子，不欠那么1两口肉。娘要是说你，你就说是我说的，他拿我没有办法的。大嫂，快着些，我赶着上山呢。等明日啊，我开了火，我就不过来吃了。不过还是要家里支援些菜。到了晚上10点左右，他又收了2土包的炭。如今这些炭就是钱，哪有看到钱不欣喜的？虽然这几日天天熬夜，但是熬夜就有钱赚，他也熬得十分开心。第2日早晨依然是天微亮他就起床了，跟昨日一样，收拾好东西，背着1背篓的炭就出了门。姑娘这炭是还不错，不过家里的炭还能用2日，你若是要卖啊，明日再来吧啊。有其他住户看到他卖炭询价，他依旧报的是60文钱，不知为何那要炭的人家也没有还价，就把他的1背篓炭给买走了，总共得银2两7钱。这回背篓依旧是被要走了，这卖炭可真是个不错的买卖。从巷子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别的拖车卖炭的，100斤以上60文1斤，散卖就70文1斤。他这才知道自己的炭怎么那么好卖了，原来是他的价格是人家的批发价，不过60文钱他已经相当满足了。他空手来到集市，首先花12文钱买了个背篓，接着又买了些干的野生菌子。看到别人卖柑橘7文1斤，他尝了尝还挺甜，他要了5斤柑橘，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。昨日已经用猪皮开了锅，这会儿为了节省时间，他干脆和了点面粉，弄了点白菜，烧火做了1小锅的面片汤。春晓第一次觉得面片汤这么好吃，将木头放在场子上摊好，他拿了5个柑橘放在堂屋的桌上，背着背篓去了村里的大哥家。你这难不成又要上山？是啊，嫂子，我想找舒文他们帮个忙。我在我那块空地上晒了不少木头，时间长了怕别人拿，我想让他们给我守着。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。行，让他们去吧，这家里也没什么事儿让他们做的。
姑姑桌子上有5个柑橘，是给你们5个，1人1个的。你们呀，帮姑姑守好了，姑姑以后还给你们准备好吃的。不过，不要告诉别人啊，不然就没有了。你去吧，保证给你看得好好的。要是吃饭时间我还没有回来，你们就不用看了，记得回来吃饭，别让你们娘担心啊。那你的木头要给你搬到院子里吗？太多了，你们搬不了，就放在那里，等姑姑回来了自己搬。说着跟田氏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晚上回到家，他觉得他都累得有点走不动了。看到院子草棚子里的柴火桩子，春晓差点没有感动哭。这群孩子居然帮他把木头全部搬回来了，太乖巧了。如今后院固定了4个土包，2个收2个烧，右手到大半夜才收工。如今家里共有100斤左右的库存，每日进出40斤左右，库存在60斤保持了一个平衡。他疲惫地上床睡觉。又一日清晨，他挣扎着起了床，背着炭去了镇上。今日的炭直接送到第一次卖炭的那儿就成了，还把之前的背篓还给了他。42斤，春晓收了2两5钱，有20个铜板。结果在出巷子口的时候，被2个20多岁的年轻汉子给堵住了。2位大哥，有事吗？我说最近卖炭总有人讨价还价，还丢了2个买家，原来是被人给半道截胡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这片一直是我们供应的，你这样不打招呼就闯进来，有经过我们同意吗？娘，就是他，我刚才蹲在那家门口，就是他把炭卖给人家。哪里来的婆娘，连先来后到的道理都不懂，以后不许你来这福区巷来卖炭。这福区巷是被你承包了吗？凭什么我不能来卖炭？哟呵，还是个硬气的啊！不许你卖就是不许你卖，这块可是我们的地盘，识相的滚远点。我要是偏不呢？谁规定了只许你们卖，不许别人卖？这福区巷又不是你们建的，你们如此畸形霸市，是什么道理？那2男子撸起袖子就想动手。春晓用余光瞟到不远处的一块石头。今日你们要是敢动我，我就让你们开瓢，谁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让人好过。今日不给你点教训，日后谁都能欺上来踩一脚，这生意啊就怕没法做了。挡人财路就是杀人父母，这样硬碰硬不行啊！救命啊！打人了，杀人了呀！有没有人管啊？救命啊！那2男子见他哭嚎，上前又想一脚。春晓抓紧石头就挥了过去，石头正好砸在那人的小腿腿骨上，疼得那人嗷嗷叫了起来。他也不傻，爬起来就跑，边跑边喊救命啊，杀人了！春晓眼见着就要被人围攻，突然眼角瞥到巷子那头有官差来了，他一咬牙，故意让那婆子挡住了去路，在那男子挥手之际，将石头塞在他手中，借着力避过要害，对着额角就是一下。那男子有些懵了，这女人是疯了吧？居然给他递石头！都给我住手！把他们都给我带走，去见厅长。大人，我们这正买炭呢，是这个女人无理取闹，您几位要抓就抓她。哼，好一个恶人先告状，刚刚我分明就是看到他拿着这石头把这女人头给砸了，你现在告诉我是这个女人闹事儿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都带走，不走的给我捆喽！听衙役之间通传才知道，这是庭长办公的地方，一个乡政府修得如此气派，也不知道这芝麻官公正不公正。怎么回事啊？厅长，他们几个当街斗殴，这男人把这女子的头给打破了。张厅长，好久没来拜访您了，您近日可好啊？你们一家倒是来得齐整啊！春晓心中大叫不好，感情这一家人跟这领导认识，那他不得玩完呢？民女心想着，这几个人怎么就敢这么猖狂的畸形霸市？原来是仗了庭长大人的事，今日算民女倒霉，民女不与他们计较就是了。
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本厅长！本厅长何时揭示给他们了？你这妇人好生无耻，竟敢污蔑我们！都给我闭嘴！今日的事情给我说清楚，孰是孰非，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公断。刚刚民女一时气愤，口不择言，还望大人海涵。今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们居然公然斗殴，有没有把香婿放在眼里？你先说。厅长大人，民女是附近严家村的村民，平日里靠卖炭趁机赢钱。今日卖完炭出巷子时，被他们3个拦住，说民女抢了他们的生意，还把民女打了一顿，说以后不允许民女再去那福渠巷，我这腰被他们踹得钻心的疼呢。你们3个，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啊？大人，他胡说，分明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，他跑过来主动降价抢我们的生意，行为十分可恶呀！我们是忍气不过才过来动的手，你看我这腿都被他砸伤了。不是的，张大人，他们才是撒谎，还请大人明察。刚刚在福渠巷的事情，许多人都看到了，大人过去找人一问便知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，他所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要是狡辩，待我找人查明证明你们撒谎，以后你们曹家就不用在镇上卖炭做生意了。大人饶命，今日是我们一时糊涂做了错事，还请大人宽恕。你们几个好大的胆子！现在事情很明了了，你们持枪凌弱，破坏香序，罚银10两，另外要补偿2两银子给这位姑娘。本厅长的判决，你们服是不服啊？我们认罚。我们认罚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莫不是觉得这2两银子赔少了？不是的，您是青天大老爷，为民女主持了公道，民女心中感激。但是这2两银子，民女不敢拿，他们本来就对民女怀恨在心。如今民女若是拿了他们的银子，怕是出了门就要遭到他们的报复，民女实在是不敢。你休要胡说八道！这你放心，银子你安心拿着，赶紧去看大夫。日后你若是出事，我第一个要问询的就是他们。这是安慰，也是警告。既然大人如此说，那民女就放心了。大人的判决，民女服。好了，既然双方都没有异议，那就签字画押，交银子吧。怕回家太显眼，他还是去了趟药铺。还好，只是伤了外头，这2日不要碰水，过2日落了家就好了。我那处如今啊还是荒地，我想找人开荒整地，越快越好。这样，这马上也快过年了，我呢想每日请200个人帮忙，明日到正月15，按照每日30文算。但是砍刀、锄头这些工具得自备，我还没有准备。开荒之后呢，地要深翻，而且每隔20亩要在中间挖一个坑，这个我会在现场指导的。另外，大人，您要帮我多收集牛粪、黄豆渣，还有熟石灰。你要牛粪做什么？要多少啊？自然是越多越好，要多少钱您到时候报给我。这些东西要什么钱呢？最多黄豆渣你要的多，可能要几个钱。行，我派人去各个村子给你收。啊，还有厅长，要麻烦您帮我多找几个泥瓦班子。这开荒过后啊，我就要先把院落房子做起来，不然这事情都不好安排。这也是紧要的，越快越好。入云山要6个班子，莲叶村要2个。这原本是好事儿，有活做都是愿意接的。但是你一下子要这么多，我可能要让县府那边帮帮忙。没事儿，这事儿啊，我也能帮你办妥。我还需要打井的师傅，这么大的地方没水可不成，最少要打30口深井。莲叶村那边也要打几口，所以这打井的师傅最好也多几套。你等等啊，等我用笔记下来，免得漏了。这些啊都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帮你找。春晓想了想，这房子没建成之前，这牛人都没办法安置，先都请人干吧，费钱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先就这些了，这些都是目前最主要的，麻烦大人先帮忙找人吧。陈厅长一一应了下来，只是帮忙跑跑腿儿，不用给他钱。而且这些事情原本就是给镇子增收入，都是好事，他没道理不帮忙。
回到住处，春晓把舒文跟幸福都叫到了一个房间。幸福，你今日已经跟我去了买地的地方，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安排你去做。小姐您说。今日已经是26了，1月底我们就要育苗，这个时间太紧张了，我们没有时间寻种子，要辛苦你回去一趟，把陆村的4000多斤种子帮我带过来。你跟我爹说，让我娘帮我看着村委的地，过年帮着种棉花，该请人请人，你把美满一起带过来。这两人如今已经掌握了种棉花的全过程，他们在这边才能转得开。幸福从没有一个人走过这么远的地方，此刻被春晓赋予重任，他突然也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性。小姐您放心，我肯定快去快回。今年辛苦1年，明年啊，等我培养出了得力的人，就不会这么辛苦了。小姐，这些都是奴婢该做的，我跟着您已经是最幸运的事情，哪还有什么辛苦可言？您有事情尽管吩咐就是，奴婢愿意为您奔跑。春晓拿出一张100两的银票跟20两的碎银递给他。这些钱你备在身上，路上花用。明日呢，你跟着衙差的车一起去县城，记得找之前的马行，按原路返回，切不可为了节约银两做蠢事。来时货多，你们多聘几辆马车，银子用了便用了，总能挣回来的。这路费花销确实算个大头，不过此刻也不能心疼这几十两银子了。幸福郑重地点了点头。小姐，你等我们回来。舒文，明日我们怕是要先在镇上租一个家具齐全的小院落，先住一段时间。这个事情你去办。如今正是年边上，就1个月，贵些就贵些。褥子被套那些没有的，你要仔细置办。这些东西以后也用得上的，最好晚上就能住进去。若是找不到，那咱们就只能住客栈了。说完，他又突然转向幸福。若是方便，把家里的棉花给我带200斤过来。这边的棉花真是太贵了，200斤棉花就可以做40床5斤的褥子了。知道了，姑姑。知道了，小姐。那姑姑，我若是租到了房子，是不是到乡府这处来找你啊？这是自然，你置办的时候啊，想全些，锅碗瓢盆、洗漱盆桶这些可都不能缺，咱们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个上面。我明日呢跟亭长说，让他帮着怎么买头牛车线，这样往返也方便，总不能时时的麻烦乡府，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地。知道了，姑姑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幸福第2日一早有些不舍地跟春晓道了别，带着自己的包袱行李上了去县城的马车。春晓跟方亭长说自己需要一个出行的工具，变相地提了想要辆马车的要求，方亭长居然也痛快地答应了。他说让县府出面登记一辆不成问题，但是马车昂贵，一套下来怕是得要40多两银子。亭长爽快，春晓也爽快，他立马给了亭长50两银子，让他帮忙买回来，还说多余的部分就当是给亭长的辛苦费。亭长收了银子，去了办公的衙署，没多会儿过来了4个官差。严姑娘，今日就是我们几个协助你办差，你要找人的事情啊，到了地方我们给你去办。那咱们现在走吧。乡府今日又安排了一辆马车，今日210个人开荒了70多亩，大家都干得很认真。春晓对这个效率还是很满意的，下工的时候对他们表示了感谢，并说希望大家日后都能如今日一般。回到镇上的时候，天还未全黑，马车刚到乡府门口，他就看到门口站着的舒文。春晓与衙差们道了谢，下了马车。怎么样，房子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有3个住房的小院，离这里不远，就1炷香的时间。
房主说我们就租1个月，这租金要贵，要了1两5钱银子。我听姑姑的，没有计较就直接租了下来。里面床子柜子那些都有，洗的盆那些也都有，前头院子还比较大的。走姑姑，我带你去看去。你看我东西都置办齐全了没有？这灯盏灯油都买了，我今日可是花了快10两银子呢。姑姑给你报账，我们去拿行李，顺便跟庭长打个招呼。二人找到庭长，说了找到房子的事情，并多谢庭长今日的款待。行，既然你们找到住处了，那便好生安顿。你说的那些啊，我都在着手办了，你放心就是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那头开荒我找人盯着，你去不去都成的。明日卯时中他们4个出发，你要过去可以跟着车子一起过去。哎，对了，明日啊会到2个泥瓦班子，你们直接去那头现场谈吧。我跟他们说了，活急，过年没得休，工钱方面你们自行商量。真是多谢庭长了。二人再次道谢。春晓跟舒文到了新租的房子，此时天已经有些黑了，但是依稀还能看到些亮光。姑姑，你先四处看看去，堂屋的桌上有灯，我去做饭，锅灶刀具那些都是现成的，我今日还去买了些面粉跟菜。随便做个疙瘩汤就行。他去了灶房，舒文的火已经烧好了。水从哪里来的？过2条巷子那边有个公井，打水要去那处，你看有个水缸，今日水我都打满了。姑姑，你那屋里2个盆是我今日新买的，这厨房的油盐也是我今日新买的，今日买了5床褥子，你房里3床，我房里2床。这褥子太贵了，5床就要了1两多银子，我今日是第一次花那么多的钱。能花就能挣，怕什么？春晓看着他笑了笑，他也不知道给谁做了好事，不知不觉地给人培养了一个好老公。你在家常做饭，看你手法很熟练啊。不常做，在庄子里跟着春婶他们学的，不过他们吃的简单，也学不来什么。奶奶说想要学做饭还得跟您学，可是我看姑姑您也不怎么下厨啊。春晓一窘，他就是懒。那个好手艺自然是不能日日露出来。庭长说明日来2个泥瓦班子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先把我那处的主院做出来，若是后头有继续来人，就把你们那边的主院安排上，到时候你就去那边盯着。这个车子怎么安排我还得想想。庭长说可以帮我们弄1辆马车，若是马车要等得久，我们就先买1头牛车用着，不然这出行不方便，是个麻烦事儿。你怎么做我听姑姑您安排，您把您那边的主院做出来再说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住进去了，就不用这么来回跑了。姑姑，那若是马车到了，我能学赶马车吗？你不是能学，你是必须学会。不仅是你，我还有幸福美满，到时候啊都得学会。我们那处那么大，跟个草原似的，够地方学了。这几日地基已经挖得差不多了。今天是大年30，工匠们都没有回家。明日是大年初1，无论如何都是要歇1天的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外府独自过新年，算算日子，幸福的年是在路上过了。他在心里盼望着此行能够一切顺利。今日是除夕，怎么也要给舒文做一桌不一样的饭菜。他也是第一次离开父母，陪着他在外头过新年。这孩子这1年的成长是飞速的，等回去以后，怕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。姑姑，你做什么呢？我在门外就听到你做东西的声音了。我来帮你吧。不用，你歇着吧。姑姑给你做一桌好吃的，免得你想你爹娘哭鼻子。你太小看我了，哭鼻子的只会是淑凤，怎么会是我呀？我忘了跟你讲了，这个肉跟鱼是听着家里人送过来的，原本还想请我们去家里过年的，我说不用不用，然后他们就把肉跟鱼留了下来了。姑姑，
陈厅长他人可真好啊，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官儿。确实挺好的。哎，我让你买的玉米粉子跟鸡蛋，你买了没有啊？点心跟酒那些买了没有？都买了，我给你拿过来。原本我还准备买肉的，送了这么多肉过来，我就没买了。这一顿饭虽然吃得晚，姑姑，您这应该多做菜。奶奶说的没错，做饭还得跟您学，比我娘他们做的都好吃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麻辣王子辣条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解馋香辣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.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。点商城，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我若是常做，你就没有新鲜感了，咱们偶尔来一次就行。这鱼丸还有不少，明日装一些，给庭长他们也送一些，让他们也尝尝味儿。他们肯定喜欢。姑姑，就我们2个人，你做了这许多的菜啊。我把你拐出来这么远，还让你一个人在外头过年，总要给你点补偿吧，不然你不得在心里埋怨我这个黑心姑姑啊。你可别胡说，出来都是我自愿的，我高兴着呢。你虽然过年人少了些，但是跟着姑姑你做事我踏实。明年我们就可以回去过年了。对，明年这边理顺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去过年了。来，今日就我们2个人，姑姑以汤代酒，敬你一碗，祝你以后也前程似锦，成为百里挑一的男子汉。多谢姑姑，我也祝姑姑成为最有钱的地主婆。好吧，虽然听着有那么一丝的不入耳，不过有钱还是很中他的意。姑侄俩过了个还算开心的新年。第2日一早，他们就提着东西去了乡府后院。你们是外乡人，年节在外啊，多是无益，就不用如此客气了。平日事忙，准备略微仓促了些，陈庭长您多包涵。这酒如何，我也不知好坏，您将就着喝。这是昨日抽空自己做的一点小菜，献丑了，拿给夫人们尝尝。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杨姑娘，这可是你们家乡特产。也不算，严格说应该算是南方菜式，我也是看着书里头学的。夫人，您到时候热一热，看看好不好吃，合不合口味。严姑娘有心了，没想到你还念过书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麻辣王子辣条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解馋香辣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.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。点商城，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春晓又拿出了10两银子。陈庭长，您与几位差大哥这段时间多有关照，我也没有什么好感谢的，这银子啊，就当是我给几位的一些补贴，日后多关照。严姑娘，你这就客气了，前次买马的银子本就有多，如今你又拿银子，我们跑腿的事情不用如此客气。你这日后花钱的地方可多着呢，还是收回去吧啊。我知道，我见庄子还要用不少银子，那些我自然会想办法，但是您帮我做的都是分外的事，这补偿自然也是应该的。那几位差大哥做事也尽心，就当我一点心意，感谢他们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替他们收下了。严姑娘真是个直爽人呐，你放心，还是那句话，能帮的我们肯定帮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你那个马车过节日啊，就能给你送过来。明日会再来2个泥瓦班子，过节日呢还会来一批。打井的师傅开了年也会到，若是人手忙不过来啊，到时候再给你安排2个人。那就多谢庭长大人了。送礼的意义是什么？大抵也不过如此了。第2日，新的泥瓦班子果然到了。初3的时候，打井的师傅到了。
初5的时候，他心心念念的马车到了。今日是迎财神的日子，一早出门，他便感觉有好事发生。没想到开工没多久，陈厅长就亲自给他把马车送过来了，还告诉了他养马的一些要领，说是前期没有合适的草料，可以去乡府拿。这2天收集的肥料还有黄豆渣也陆续送了过来。初9这日又来了6个泥瓦班子，他抽了2个班子到林业村的庄子，让官差帮忙在林业村找了30个帮工，正式开工建那边的庄子。马车让舒文赶了去，春晓自己则依旧坐乡府的车往返。主院的院落在12日那日正式完全竣工，同时竣工的还有2口水井。初16的时候，牛粪已经堆了几个小山了。春晓开始带着部分工人挖坑沤肥，到处都是事情，有时候这边师傅找，那边师傅找，地里的活计也要安排，他都恨不得将自己分成4班忙活。就当他自己有点要忙疯了的时候，18日下午，8、9辆马车从远处奔腾而来。小姐，幸福！天哪，终于回来了，总算是把他们盼来了。自从幸福走后，他这心就没有踏实过，毕竟让一个姑娘自己走南闯北，他总是担心的。好在是看到人了。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他看向后面的马车，果然看到美满从第2辆车上掀帘子下来。小姐，你们都平安来了，太好了，我正缺人手呢。种子都带过来了吧？春晓，你这真是跑得远呐！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男声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没有想到严大山也跟着一起来了。幸福说你在这边地买到了，我不来看看怎么行啊？你一个人哪里来的3头6臂啊？本来大河也是要来的，爹说他家中有小儿，让他照顾2边的庄子，我就一个人过来了。这块全都是啊！早先听到幸福说的时候还没有概念，就觉得1000亩地那该是多大呀。如今亲眼看到，真是一眼望不到头。这若是全部种了棉花，成熟的时候该是怎样的盛景？大哥，这都是呢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缺人帮忙。我帮你跟二哥啊也买了200多亩地，舒文在那边帮着看着建庄子。大哥你来了，你明日就去那边，等那边接手了，把舒文给我调过来。种子是不是在车上？先卸到主院仓库吧。春晓叫了几10个人来帮忙搬种子，幸福果然将他的棉花带了200斤过来。种子卸完之后，那些马车就走了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小姐，这运费可贵了，我们来的时候才12两，结果回去的时候花了15两，这趟过来花了100多两，多余的钱都是大少爷垫的。哎呀，幸福，你能不能不要叫我大少爷啊？我听了别扭的很，都跟你说了几回了，以后就叫大山，你叫春晓小姐她就习惯就算了，可别叫我少爷了啊。那少爷您是小姐大哥，我直呼名讳总是不好的。早先让他们叫我的名字，他们也是不肯的，我也听习惯了。既然我大哥不习惯，你们呀就喊他名字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小姐。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啊？听幸福说你们之前住在乡府。我们在镇上租了个小院，等会儿收工就去那里住。这边晚上师傅都在，有人守着的。哎，对了大哥，我让庭长帮我买了1辆马车，如今舒文在用着。下次回去我们可以赶自己的马车回去了。马车？哎呀，那可是稀罕物了。春晓，你太厉害了，爹听说你在这买了这么些的地啊，那激动的2晚上都没有睡着。这回别说是大河了，连爹都想一起过来，
就连你嫂子他们都想过来看看，可惜家里实在是走不开。以后总有机会的。爹娘他们都好吗？放心吧，好着呢，只是担心你一个人在外头，我这回看到你也放心了。你们买这处地该是用了几千两吧？如今又要建那么多房子，打那么多井，以后还要人要畜生，银子怎么够啊？幸福跟我说，光我们那处都用了快1500两了，如今又建庄子，我这回把家里所有钱都带过来了，也不过是200多两，这钱怕是不够吧？大哥，你不用担心，我来的时候可是把我全部身家都带上了，够是够。你那处不够，我先补，日后你们挣了钱还给我就是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知道，没钱寸步难行。今日严大山他们来了，春晓他们便提前回了。他让衙差将他们送到了林业村的庄子。舒文正在帮着搬木头，看到严大山，激动得差点砸了脚。爹，你看咱们的庄子跟姑姑的陆村的庄子一样大了，这地基昨日才开始打，你去姑姑那处看过了没有？可大了，都快赶上咱们整个村子那么大了。还有你看这地里的黄豆都快要熟了，为了做房子还迁了几亩地，实在是可惜了。爹刚从那边过来，好样的，以后比爹强。爹，我给您看看我跟姑姑一起凑的图纸，您看看满不满意？既然是你姑姑把过关的，那自然是没有错的，等回去再看。那个是你姑姑买的马车？是啊，我带你过去瞧瞧，可精神了，姑姑花了50两银子买的呢，听说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。我如今跟姑姑都会赶马车了，姑姑说幸福和美满也必须学会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这个麻辣王子辣条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，解馋香辣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点9。趁过年回家前，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，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。点商城，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。爹，您既然来了，自然也是要学会的。明日我先教您，等您学会了，再让姑姑教幸福美满。哎呀，这马养得好，顺着真顺溜啊！它不仅毛好，跑得也快。等会儿叫你们感受一下。几人在还不能称之为庄子的庄子里转了转，一直到快天黑了，才坐着马车离开。赶车的自然是舒文，这回还是美满机灵，把他那处的棉布全部带过来了。主要是听幸福说这边的布太贵，他想着这边肯定用得上。没一会儿，马车就到了小院门口。先将就着住吧，就租了1个月，过几日啊，等主人家具打好了，我们就搬过去。幸福跟美满今日就跟我挤挤。幸福跟美满一来就抢了舒文做饭的活儿，三人便继续在堂屋里讨论着庄子要准备的事情。咱前期银子紧张，这院墙呢就先不盖了，先把要紧的都置办齐，等秋日收成了再盖也不迟。这个全看大哥你自己的意思，盖其实也行，那就跟我那处一样，把主院围起来。前期呢，我打算先雇短工，那么多人没有办法一次性添的，怕是要分批来，前面的人熟了才好带后面的人。你准备买多少人呢？我们之前去衙行问了问，这边买人还是比较容易的。我那边规划除了主院以外是要建4处院子的，这4个院子已经开始动工了。一个4合院子里有20个住人的房间，每个房间住3个人，一个院子安排就是60个人。最后齐整的话，怕是要买上170到180个人。多出的一个小院子是为了人手不够准备的，若是能买到多的人，200多个人最好。这么多？没办法，没有这么多根本就转不开。大哥，你们这边的庄子做的是12个房的院子，怕是要置30个人。这人呢，慢慢治吧，房子没做好也安置不了。这么多人，那到时候粮食都是个问题啊。这个我也想过，所以只能慢慢来。咱们两边庄子都要留一部分地种粮食，不然靠买就费钱了。我那边有200多亩良田，
我准备全部留出来种粮食，棉花800多亩也够了。那我回去算算，拿多少亩地种粮食划算。有了幸福跟美满的帮忙，春晓总算是觉得能喘口气了。带着大家沤肥的活丢给了幸福，给主院置办东西的活就交给了舒文跟美满。严大山来的第2天就接手了庄子的活。有严大山在，庄子那边是彻底不用操心了。4处院子如今已经都开始起砖了，到2月初差不多就全部完工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严姑娘来可是为了土地治具来的，量太大了，怕是还要些日子呀。陈厅长，工具的事儿不急，我是又有别的事情要劳烦您。说什么劳烦不劳烦的，你直接说就是了。我那庄子要备人了，但是备人之前我得准备粮啊，我那里是一点粮食都没有的。你要备多少粮食啊？2个庄子8个月的粮食，除掉一部分的黄豆，我最少要准备15000斤，还要麦种，差不多2800斤。这若是在以前呢，15000斤根本就不是问题。但是这2年河间那边时常要调粮，我们便没有富裕。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这样吧，我分批给你想办法，过2日先给你送5000斤大米跟2800斤麦种过去。多谢亭长。亭长，我想在庄子上备4个大石磨，18口水缸，不知道要上哪里去订。这个容易，明日我让人给你们送过去，你们到时候给人结清银钱就行了。你这种都是好事儿，我去找人家是给人家介绍生意，老板还得感谢我呢。话虽是这样说，但是还是要麻烦亭长大人帮忙跑腿，所以还是要感谢您。陈厅长笑了笑，他就喜欢这种识趣的人。可还有其他事情啊？其他的事情要等人备好了才能办，到时候怕是要备大几10头牛，只能等到时候再叨扰亭长了。牲口呢，我先帮你找着，能定下来便先定下来，到时候要直接就能牵走。你大概需要多少啊？40头怕是要的。行，我先帮你找着，定下来让人先养着，过些时候你要再送过去。如此最好，多谢。所以说论到办事，还是政府最给力。他若是扶持你，你做什么都容易；他若是刁难你，你是寸步难行。很幸运，他是被扶持的那个。石磨跟水缸果然在第2天中午就送到了。2月7日，亭长让人给他们送过去了5000斤的大米跟2800斤的麦种。如今米价贵，这样合起来是按17文一斤卖的，这个价钱相比于粮铺的卖价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。春晓借了800两银子给严大山做房子备工具，到时候买人，没有这些银子根本就办不成事。不过他们也提前说好，亲兄妹明算账，日后账目要明细，一码归一码。就比如现在，春晓给严大山1000斤的大米跟600斤的麦种，严大山便付给了他27两的银子。关于黄豆的收成，严大山一定要给春晓7成，因为舒文说这地里的黄豆都是乡府看到入云山下的地的面子才送的，他觉得这些本来就该春晓的。春晓没有拒绝，谁让他缺粮呢？春晓再次将买人的事情提上了日程，这回严大山同意了，决定第2日跟他一起去县城买人。春晓定的50到60个人，严大山则准备着一次买够25到30人。最近庄子一直忙，他的地契还在县府没有拿，这次去便可以一起拿了。第2日，美满留下来看庄子，幸福赶着马车带着春晓跟严大山出发去了县城。3位先喝喝茶，歇歇脚。你们要100多号人，有的，只是呢要稍等。这平日我们也不能白养着，好些都带出去干活了。您2位稍坐片刻，已经叫人去领人了。小哥，这人如今是个什么价啊？你给我们报个实价。如今这牛不好买，这人可是好买得很。你们这价怎么分的？这会儿有空，你跟我们多说说。不瞒这位姑娘，这人呢如今确实是分了几等。这青壮的男劳力价格一般在12两银子，
，30、40岁的妇人呢，则是7两银。这年轻的姑娘也是要10多两银子的。若是买来看门的老妇或者是老嫂，那只需要5两银子，就看你们要什么样的了。同样的是壮劳力，这男人怎么比妇人差这么多啊？河间那边都打了1、2年了，附近州府的男丁大部分都上了战场。哎呀，是死的死，残的残呐。如今甚少有男劳力，不瞒你们说，就算是有，也都往南方送了，那头出得起价啊。就今日带你们看的，也大多是妇人。你2位反正是找人干活，这妇人若是养好了，也不差的。那你们这处的人，都是河间那头卖过来的？大多都是。有的呢是男人儿子都没了，自己过不下去，自卖自身的；有的呢是被夫家卖的，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。但几位放心，都是来路身家清白的，我们可不做那拐人的勾当。小哥，您帮我们去看看，看看这人多久到，若是晚，我们明日再来。我这就去看看，您几位再喝喝茶，喝喝茶啊。回了，我这就带你们去看。3人跟着衙人去了后院看人。您3位看看这些人是否合适？这里有200来号人了，都是干活的好手。小哥，这些人一个个面黄肌瘦的，明显就没有吃饱饭。你们这牙行是不是太黑了些，把人饿成这样？这位姑娘可莫说这样的话，我们牙行每日供着这么多的人，能让他们吃个半饱，那粮食都海了去了。如今粮食是个什么价，想必各位都清楚。我们不仅不黑心，还良心的很呢。3位也莫说那么多了，若是要的话，咱们好商好量的挑，只要银钱给到位，人你们带回去，想如何养就如何养。行吧，这里头有没有同州本地的？本地的还请退到一边。没有听见吗？本地的都站到一边去。25到40岁的站出来。结果大部分都站了出来。春晓绕了一圈才发现，后头的队伍里除了年轻的姑娘外，还有不少10来岁的孩子。他走到幸福身边，让幸福去看他们每个人的手，把手心细嫩的人挑走。春晓在剩下的人里面一个个的看，一个个的挑，最后挑了个把小时，终于挑出了70个妇人跟20个男丁。刚选定人，突然就有一个被选中的妇人跪到他面前。小姐，你行行好，你帮我闺女一起买了吧，我闺女11了，她也能干活。草妞快来！一个黄瘦的小女孩跑上前来，哭着跪到了妇人身边。娘，草妞，快给这位小姐磕头，快磕头！小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们一起买了吧，我们定好好的给你干活，绝不偷懒。见此情景，人群里立马又跪过来好几个妇人，都是求着他把女儿一起买下的。院子里立马就起了一片哭声。春晓一时不察，此刻被几个妇人扯住了外挂衣角，进退不得。幸福看到这里，不忍再看，忙背过身去。我说你们几个妇人真是够了，亏亏如此，是打不怕是不是？边上的小厮突然就暴躁了，从院角突然抽出一根棍子，对着为首妇人的后背就是一棍子。还不给我松手！那小厮气急，准备给第2棍子，被边上的大山及时制止了。够了，他那个样子经得住你们击打。几位有所不知，这几个妇人混账的很，他们的身体跟他们闺女是分开的，但是每回有买家来，他们就上这么一出已经毁了我们牙行几桩生意了。这几个小的过几日就会被送走，几位不要在意啊。是啊，看几位是挑好了，是否就定这90个人？若是定好了，我去叫管事的过来办手续。衙人赶紧凑上来，这么多人，银子可不少。春晓用力将衣挂从几个哭泣的妇人手中挣开。小哥，您之前说过，这男人12两，妇人7两。我这买这么多的人，你不会一点优惠都没有吧？这样，男人11两，女人6两5钱，这个价格应该可以吧？不成，姑娘，之前你们让我说个实价，我是个实诚人，便给你们报的实价。你这一环就是几10两，那怎么成啊？那你说多少？几个原本哭泣的妇人此时都颓废地坐在地上，怕是这事儿已成定局。这样吧，男人11两5钱，妇人还是7两，如何？
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你们做生意如此不痛快，这样，男人11两，妇人嘛，我就不讲了。你把那6个小的一并送我如何？放在你们这儿还要吃粮食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小是小了些，但好歹能做些杂活，成就成，不成就算了。那牙人皱了皱眉，这几个小的虽然小，但是收上来也是花了银子的。这个事情啊，我做不了主，不如几位稍等片刻，我去问问管事的。行，你去问吧。我可告诉你，这人呢，除了这些，我缺的还多，怕是日后还要光顾几回的。牙人连连称是，退出了院子。几个妇人听到这里，突然就明白了，知道春晓是要将他们跟他们的闺女一起带走，于是又开始跪在地上给他磕头。你们别磕我，这个事情还要看牙行老板的意思。小哥，你手上的棍子耍得虎虎生威，好生厉害啊！怕是打过的人不少吧？这我若是买了人，你把我的人打伤了，我是不是还得跟老板要些药费？那小厮尴尬地将棍子丢在一旁。姑娘放心，我们打人也不会下死手，有分寸着呢。实在是这些妇人不像话，我们这也是怕他们冲撞了您几位不是？那还多谢你了。春晓走回了严大山跟幸福的身边。你让人多给了几个人，牙行这边能肯吗？我知道你是不忍心人家母子分离，若是等会儿人家不肯怎么办？看到这里口渴了，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。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，冰爽清凉解渴，6瓶不到9块9，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买到就是赚到。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严大山说的小声，春晓凑近了才听得清楚。他们若是不想失去我这么一个客源，怎么都会同意的。几个小闺女花不了多少钱，咱们等等就是。若是真不给，那就算了。这世上苦难的人太多，顺带的可以救，刻意的还是算了，救不完。算了。怎么，你们就笃定我一定会把小的一起带走？做好人若是要付出代价，我也是要衡量一二的。我可不算是一个完全的好人。小姐，你就是个好人，你是我接触过的人里面最好的人。春晓，你一向心善，只是有些嘴硬。你们别拍我马屁，看情况再说。几人嘀嘀咕咕地说了一会儿话，牙人带着一个管事的过来了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三位，不好意思啊，牙庄事忙，怠慢几位了。刚刚这位姑娘说的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可行，只盼着几位日后多来给我们捧捧场，咱牙行的口碑啊，在县城里都是响当当的。几人都莫名的松了口气，几个妇人更是抱着孩子喜极而泣。那是自然，我们说的也不是虚言，下回来我们还是找这位小哥。一定，我肯定啊给你们最实在的人。那咱们去办手续吧，这人是否现在领走？人，我们明早领走，今日时间晚了，我们要在县府留宿一晚，麻烦把他们的身契都拿过来，我跟人对一下，若是无误，我们立刻付银子去办手续。行。严大山要了8个男人跟22个女人，剩下的都记在春晓处，自然也包括那6对母女。两人各自跟自己的人对好了身契，叮嘱他们收拾好自己的换洗衣物，告诉他们明日一早就来接。交了钱，他们便带上牙行管事一起去了府衙。大庄人口买卖的户籍办理，没想到也是那个前主簿管，手续办得十分快。春晓顺带拿了之前买的2处地契，跟前主簿道了谢之后出了衙门。想不到几位与主簿大人是熟人，真是失敬啊。管事的客气，还要劳烦你们多照看一晚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将人带走。那换洗的衣服让他们留一留吧。好说好说。春晓几人将管事送回了衙行，时候不早了，他们也要就近找处客栈落脚。3人赶着马车沿街寻找，最后在离衙行1炷香距离的地方找到了一处看上去环境还不错的客栈，准备就在此处投宿。小秦，真的是你啊！幸福被这一举动吓了一跳，
他忙将胳膊挣脱开，看了一眼来人，突然就有些慌了神。你认错人了？我怎么可能认错呢？怎么了，幸福？认不认识？幸福？不认识，他认错人了。都说你认错人了。一旁客栈的小二也有些懵，见客人说不认识，忙上前轰赶。走，哪来的要饭的？赶紧走，不走我可是要叫人了啊！赶完人，伙计带着幸福跟马车一起去了后院。那男人就那么愣愣地站在客栈门口，眼神都透着疑惑，怕是对自己的认知也产生了怀疑，莫不是真的认错了？春晓看着时不时就朝窗子外看一眼的幸福，终是忍不住跟过去看了一眼，果然就看到刚刚门口的那个男子就蹲在对面没有走。明明是认识的，为何要说不认识？小姐，他不会就是你那个无良的相公吧？看上去年岁也相当，看面相不该是个刻薄寡恩的人才对。不是，小姐，他不是，你误会了。刚刚见他，看到你很高兴的样子，亲戚还是朋友？是我娘家村子一起长大的，他与我同岁。青梅竹马呀。既然是故人，那刚才见面，你为何要说不认识？小姐，我如今是个下人，哪里还有什么故人攀谈叙旧呢？为何不可？我可没规定你们不能交朋友啊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他一直看着客栈里头，怕是还想与你交谈几句。小姐，你莫胡说了，喝杯水。我看这个男子与你关系可不一般，不能说。你给我讲讲吧，就当是谈谈心。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们家离我们家不远。我16岁那年，他还上过我们家提过亲，只是我爹娘嫌他们家穷，没有同意，最后把我嫁给了张家村的张发，都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，我们也有10多年没有见过了。10多年没见，人家还能一眼认出你，你说不认识还挺伤人的。做不成夫妻，做朋友也是可以的。他家里很穷吗？我们村子都穷，他们家是兄弟2个，他大哥娶亲的时候还是卖了家里的1亩地才成的。兄弟2个，怕是老大去当兵了吧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们真的10多年没有见了。两人聊着聊着，又说起了幸福的家里人。幸福出嫁的时候是16岁，那个时候弟弟11岁，妹妹4岁。她在家的时候包揽了家里大部分的家务，妹妹小就每日跟在她屁股后面。说起家里人，她语气很平静。你前夫家离你娘家很远吗？为什么没有回去看看？不远，也就隔着2个村子而已。我嫁的男人比我大10多岁，前头娶过一房老婆，也不知道怎么死了才娶的我。我那个时候不愿意，那男人家里条件不错，给了6两的聘礼，我爹娘便把我绑了送过去。自那以后，我就没有回去过了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你男人家既然条件不错，那为何又要卖了你？他前2年跟着镇上的人学坏了，时常去赌房赌钱，把家里的积蓄都败得差不多了，又遇到征丁，本就嫌我生不出儿子，对我们母女动辄打骂，村里有人收人，他便把我们卖了。如此啊，不回也罢。傍晚时分，春晓几个去大堂叫饭食吃饭，正坐着等上菜的时候，那个男人突然又跑了进来。小琴，你是小琴吧？我肯定没有看错人，你怎么就不认识我了？幸福有些忐忑地看了看严大山跟春晓。既然是故人，那你们好好聊一聊，我给你留饭。多谢小姐，我去就回来。幸福起身拉着男人的衣袖出了门。他俩还真认识啊？老朋友。幸福说自己是个下人，所以不打算相认。哎，对了大哥，我忘记一个事情，我只顾着准备我那边的铺盖了，你那边的忘了准备了。我又不是3岁孩童了，还要你事事准备。我都让舒文买好了，布也买了10匹，不过这边的布啊贵了1倍多，早知道我就从青州买了带过来了。前2人让舒文都洗出来了，正好买的妇人多，让他们明日回去自己做。你那些不是也没有做吗？
针线那些都准备好了。若是让幸福跟美满做，那要做到什么时候去？自然是他们自己做，多的布呢，还可以让他们做成金子。多亏了娘，当初买了那些布，下次回去我要各处问问，再讨些布回来。这边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要置办，我这钱用出去心里都慌得很。你借的那些银子，怕是最后都剩不下些什么。我比你们花的更多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说个让你开心点的，这边的桶跟盆那些还算便宜，我也等不及木工做了，各买了100来件。明日回去了，你去我那里拿，我送你。你花钱不也是花钱呢？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如今这样，我只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的。等秋日啊，你的棉花挣了钱，你便会想开了。到时候你再回想现在，便会觉得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我何时能像你这样大的口气，便说明我大成了。几千两在你的嘴里都成了这点钱。我若是有你这些钱，我或许都不会出来折腾了，反正这辈子也够了。说到这，我都说饿了，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，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，团咖啡、奶茶、快餐、零食，减饭每甲9块9就够了。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，在美团搜特价团9.9，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，吃喝玩乐全都有，不用就亏了。美团团购，店好多，省好多。大哥，教你一句话：生命不止，奋斗不息，咱要活得有意义。你那些套话就别说了啊，说了我也不懂。赶紧吃吧，菜都凉了。两人饭吃到一半，幸福回来了，他眼睛红红的。严大山在，春晓就什么都没有问，只让他赶紧吃饭。等回了房，春晓才问他怎么还聊哭了。小姐，没事，他知道我被卖了的事，问我怎么会在这里，我便跟他说了，我是跟着您出来办事的，我如今是您的丫头，我让他回去了。没事就好。第二日一早，三人准备去车行租牛车，幸福将马车赶到门口，那个男人又来了，一下子跪到春晓面前。杨小姐，我想给宋琴赎身，您开个价吧，求您通融。春晓跟严大山面面相觑。都跟你说了，我如今很好，你凭什么自作主张？小姐，我没有赎身的意思，你不要听他胡说，我与他没有干系。你赶紧走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男人就这么跪着，没有起来的意思。周围慢慢的围上了一圈人。春晓有些头疼，所以说本地亲属的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事儿。你起来吧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带你换个地方说话。你先跟我上车，你安心赶你的车，前头有个茶馆，你到地方停一下。那男人这才起来，跟着严大山上了车。说到这，我都说饿了，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，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，团咖啡、奶茶、快餐、零食，减饭每甲9块9就够了。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，在美团搜特价团9.9，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，吃喝玩乐全都有，不用就亏了。美团团购，店好多，省好多。到了地方，春晓让幸福在外头马车上等着，他跟严大山则带着那个男人进了茶馆。男人进去之前看了一眼愤愤看着他的幸福，捏了捏衣角，转头跟着走了进去。严小姐，我想给幸福赎身，不知道要多少银子。你为何要给他赎身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看他的样子并不情愿跟你走啊。你看，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哪里人，家里的情况都不知道，你一上来就要跟我赎人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严大山在一旁坐着不说话，这人要的是春晓的下人，怎么解决全看春晓。我叫赵石头，是武营镇水口村人，我跟宋琴是一个村的，家里有一个瞎眼的娘，还有一个侄儿叫赵安，侄儿今年12岁，我们一家3口就在县城生活。等等，我听幸福说你有个哥哥，你侄儿想必是你哥哥的孩子，你哥哥是应征了吗？孩子娘也就是你嫂子不与你们生活在一起吗？了解家庭情况可以间接了解一个人的品性。我哥哥大几年前就死了，是病死的，嫂子改嫁了，哥哥死后侄儿就跟着我生活。前年府衙征丁，我把家里的地卖了，带着家人来了县城。你这么大年纪没有娶妻？春晓有些意外，这个赵石头长得尚可，没想到还挺能为家里人牺牲。不瞒小姐说，我喜欢宋琴，之前听他夫家村里人说他被卖了，我找过他几回，只是一直找不见人。哼，你既然喜欢他，他嫁人10多年，你早不找他，晚不找他，等他被卖了才找他，这情谊还真是真啊。
说到这，我都说饿了，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，好好犒劳一下自己。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，团咖啡、奶茶、快餐、零食、剪发、美甲9块9就够了。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，在美团搜特价团9.9，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，吃喝玩乐全都有，不用就亏了。美团团购，店好多，省好多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她嫁了人，我也不敢打扰她，只能偶尔偷偷的去看她。我知道她在夫家过得不如意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呀，总不能让她名声受损。如今她离开了那家人，我就想带她回去。你这上有老下有小，看你的穿着，怕是日子也过得穷困。你拿什么银子赎她？你赎得起吗？你说个价钱，我总能筹到银子的。你就别妄想了，赎人没可能。你可知为何？怕我没有钱吗？没钱只是其中之一，你自己过得穷困潦倒。他虽是个下人，但在我那里却是吃喝不愁。他跟了我这么久，我们很有些主仆情谊。我凭什么要为了几两银子送他去跟你受苦？跟你回去不仅要照顾老的，还要照顾小的。若是我想的坏一些，便会觉得你就是想找一个照顾人的奴婢。既然都是做奴婢，自然是我这里更舒服。不是的，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。我想下人终归是下人，不得自由。我赎了他，纵使日子清苦，他也是自由的。刚刚我说的只是其中之一，其二就是你这个人性格太鲁莽。你可知道，你这样大拉拉的跑到我跟前要给他赎身，我若不是了解他的为人，定会觉得他与你有私。下人偷私，你可知道是可以随意处理的。你只顾着你心中所想，却没有好好的考虑过他的处境。跟了你，我不放心。我也是太着急了。我原本以为这辈子都没指望了，却又这样碰上了。若是我再不有所行动，等你们走了，我便再难寻他。严小姐，你莫怪，我与他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过。还有第三点，就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刚刚你也看见了，他并不愿意跟你走，你连他都没有说服，就想来说服我。你不觉得你的行为有些可笑吗？赵石头彻底泄了气。是我自己太没用了。大哥，茶也喝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走吧，还有正事要办呢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严大山有些可惜的叹气。哎，走吧。春晓趁着严大山付茶钱的功夫，又看了眼坐在桌子前神情颓废的赵石头。幸福他如今算是孤家寡人一个，没什么朋友。你二人既然是故交，有些往来也实属正常。我的庄子在洛口镇入云山下，你若得空可以去看他，但是切记守礼。我明白，我知道，多谢严小姐，多谢严小姐。昨日他问小琴住处，他一直不肯说，如今他知道了，日后便还有见面的可能，可太好了。几人从茶馆出来，幸福早就等得焦急，见三人相安无事的样子，想不明白他们都谈了些什么。走吧。他探究地看向春晓，还有要紧的事要办，不能耽搁。春晓跟着严大山上了车，幸福看了眼站在门口傻看着他的赵石头，抿了抿唇，赶着马车走了。过去的种种便让他随风散了吧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几人到了车行。哎，几位，牛车我们如今能抽出来的就5辆，还剩下3辆马车，您看凑一起行不行？不成，不够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。哎，各位，车子是少了钱，原本我们的牛车是1两银子，马车是2两银子，若是你们愿意，那8辆车就全部按照牛车的价格算，你们意下如何？这可是便宜的不能再便宜的价格了啊！成，就先雇你们这8辆车。这人拉不全怎么办？是不是要找找看有没有别的车行呀？咱们先去衙行门口，到了地方再想办法。他交了8两银子的租车钱，带着车夫们去了衙行门口。春晓让严大山跟幸福在外头等，他自己进去了。过了差不多1炷香的时间，春晓带着人出来了。春晓，这……严大山没想到还能跟衙行使车。
他们做拉人看地的买卖，怎么会没有车？这车也是租的，不过一辆要500文租钱，估计怕咱们人不带走，还得耗他们口粮。春晓笑了笑，想到管事那个痛快的样子，早知道都用牙行的车了。走吧，已经辰时了，马车快，未时就能到。牛车的话，怕是要到晚上了。大哥，那我们就先走一步了，你直接往你庄子走就是了。我到了后，让幸福帮你把盆桶那些给你送过去，顺便把人给接回来。行，走吧。这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出发了。小姐，是要送他们去住处吗？把家里空房床上的被子放到柜子去，把空房的床跟大哥他们住的那个房的床也挪过去。哎，你们几个帮忙一起抬过去，是给你们孩子睡的床。小姐，您带个路。可别乱叫，我叫美满，跟你们一样，你们日后叫我美满就行。叫美满管事吧，你跟幸福如今都是管事，给你们升级了。一群人走了1炷多香的时间，终于到了1号院。房间是早就安排好的，每个房3个人，你们6个带小孩的就住刚刚放床的那2个房间，一个房住3对，大人一个床，小孩一个床，每床呢都有2床被子，剩下的15个人自己组合住5个房间，柜子1人1格，给你们放行李。妇人都面带着惊喜，但是都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不敢乱动。这么好的住处居然是给他们住的，他们有些不敢相信。赶紧找好住处，别耽搁时间，还有活要安排呢。靠门处的不要选房间留给男人。娘，这里房间可真好，以后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吗？真好，咱这被子都是新买的，你闻闻，一点霉味都没有。这床真软和。3个妇人将行李放进柜子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有些不知所措。能把孩子带在身边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顶顶幸运的事情。没想到主家居然准备得如此精心。没多会儿，春晓就将人全部叫了出来。房间的桌子跟椅子还没有完成，你们先将就几日吧。你们也看到院子外头有木工在做活了，给他们一点时间。水井呢就在院子侧面，从后院灶房边上的侧门出去就能看见。转角的4口水缸看见了吧？等人到齐了，每日轮流4人负责打水。孩子就算了，其他的细规矩不知道的问幸福跟美满2位管事。春晓他们将人散了。等会儿太阳快下山的时候，你安排7、8个人把饭做起来就行。这60多个人的饭菜可得提前准备，告诉他们1人1天是半斤的份额，让他们做饭前跟你领粮。前期这样，后期时间长了，粮食就让他们自己管着。还有，明日我就去问问买牛的事情，一个牲口圈子按照之前规划的养10头牛，到时候这做饭、养牲口还有种菜这些，美满你要试着给他们全部安排出来。小姐，您觉得我能管得来吗？一下子让他管60个人，他也怕自己乱。管不来也必须得管，等人都到齐了，我观察几日，在院子里呢给你找个副管事，以后安排活呢让副管事安排就行。如今才60个人，以后可是有4个院子呢，怕啥？这不是还有幸福跟我吗？若实在决定不了，你来找我就是了。你认识不少字，除了认，咱们也要跟着学。幸福他学写字慢，但是他算账这块比你学得快。这2样咱们晚上还得继续加油。下回呢，我教你们2个做表，会做表了，很多事情就容易安排了。27号，严大山将税粮交了上去，春晓拖走了25000斤的黄豆。28日开始，庄子里的人开始移苗了，严大山也将人全部安排过来移苗，但是这些人远远不够。春晓又去最近的庄子招了100名短工。晚上，幸福跟美满在房间里学认字，他则拿着一沓账目在算总账。来的时候，他确实带了所有的钱，总共是11600多两。如今看着余钱，就只剩下2873两了。这一算，这钱真是用得很是恐怖。他的预算里还有120个人跟30头牛，这些还要用1000多两银子。想到这里，他就叹气，这前期建设实在是太费钱了，建个大庄子就要花他10000余两。这要不是他前期积累充足，怕是这庄子就建不起来了。原本还觉得自己得绰绰有余呢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的钱都快用完了，我心疼而已。小姐挣钱那么厉害，没了还会再回来的。希望如此吧。
严大山第2日来找他了，没别的，钱没了来借钱。哎呀，这钱不知不觉就用没了，建新庄子可真是厉害呀！如今这样一对比，我真觉得你那庄子买的实在是划算，我这都用了2000多两银子了。这边的地比家里的贵，买了人又买牛，还要置工具，什么都要重新弄，自然是要花钱的。你那处啊，才花了2000多两，我这处我昨日算了算，真是让我肉疼的紧啊！而且你们那处基本都弄好了，我这边人跟牛都还没得很呢。春晓回屋给他拿了200两银票。好在是用的都差不多了，若是再这样花下去，我都花不去手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再买人回来啊？你这人手也太紧了。如今啊，已经移苗了，最近可以喘息一段时间，过些时吧。实在没人，先请短工。大哥，我准备下个月中旬回家一趟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啊？你若是回去，我就更不能回去了。2个人都走了，那1个主事人都没有了。你带着舒文回去吧，这出来都几个月了，家里人肯定也担心。行，那我把幸福跟美满留下，带着舒文一起回去一趟。1号院子的人很快就适应了庄子里的生活，大家都肉眼可见的变得活泼开朗起来。小姐，你让我跟幸福给几个院子的人取名，这可太为难我们了。这名字还要好记好区分，那该如何取啊？怎么就为难了？我给你打个比方，咱们总共呢有4个院子，是不是？你就给几个院子定个字，比如春夏秋冬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1号院呢，全部叫春什么，比如春阿姨、春11、春21这样的，总之好辨认就行啊。小姐，你这不是有主意吗？那还让我们取？我就打个比方，数字那些听着不好听，你们起个简单好认的。可我觉得，就小姐你说的这个数字最是好认，咱们按年龄排个序，以后也方便。春晓虽然无语，但也觉得他们说的有些道理，特别是幸福回来一脸苦楚地看着他，实在是让他有些忍俊不禁。最后他还是妥协了，将春阿姨直接改成了春一，从春一到春65，院子里的每个人都有了新名号。原本他还有些担心，这样会不会太不尊重人，那些人会不会心里抗拒，但是他没有想到大家都欣然接受了，并以能叫春字开头而感到无比荣光。因为幸福告诉他们，后头的人便都是夏秋冬开头了，而他们的东家叫春晓。小姐，来了一个人。一个人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是不是大哥或者舒文来了？不是，是走过来的，我看着走过来的。会不会是附近村里人？我去看看。你从镇子上走过来的？若是如此，怕是走了2个时辰。这处好找，一问前头村子的人呐，都知道，我就一路走过来了。严小姐好，冒昧前来打扰了。若真是觉得冒昧，你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我娘腌了些盐菜，我给小琴送些过来。严小姐，她在不在？春晓戳了戳一旁一头雾水的美满。别看了，去地里把幸福给我找过来，就说他雇人找他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，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美满这才知道这个人是找幸福的，他更是好奇了，哦哦的应了2声，一路跑着走了。要不进去坐会儿吧，院子里有凳子。小姐莫客气，我就在外面站一会儿，东西给他我就走了，不耽误你们的事儿。春晓怕待在一起让他拘谨，于是自己回了院子。走了好一会儿，院子外头响起了说话声，该是幸福过来了。春晓起身走到门口，都进来说话吧，好歹来者是客。幸福小心翼翼地看了看春晓，又看向赵石头。小姐让你进去，你便进去吧。2人一前一后地跟着春晓进了院子。赵石头进了院子便开始打量起来，这处就是小琴生活的地方了，果然比他能给的生活要好上10万8千里。他越发的自卑，心里难受，是他自己自视甚高，一厢情愿了。你怎么知道这里的？上回严小姐告诉我的，说我们是故人，我可以来看你。小琴啊，这是我娘腌的，你以前不是喜欢吃她做的咸菜吗？她虽然看不见，
但是做的比我好多了，我拿来呀给你尝尝。幸福迟疑的伸手摸了摸坛子。你以后别叫我小琴了，这个世上已经没有宋琴这个人了，我如今叫幸福，小姐起的名我很喜欢。那我就叫你幸福，看得出来你如今过得很好，我很替你高兴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都跟你说了，小姐对我很好，你偏不信。如今你看到了，以后可别乱来了，上次那样我很不高兴。幸福看了看一旁做自己事情的春晓，幸好小姐没有生气。是我鲁莽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幸福，如果以后我攒了钱了，严小姐也愿意让我跟你赎身，你会跟我走吗？幸福看着他，良久，眼中有泪光的摇了摇头。这辈子除了小姐身边，我哪里也不去。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对了，你妹妹的事情你知道吗？我妹妹？你是说小花吗？我已经10多年没有跟家里联系了，她怎么了？上回匆忙忘记跟你说了，她嫁给张发了。谁？张发？幸福难以置信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张家村的张发？赵石头点了点头。若说他对这个家的家里人还有一丝感情，那个人就只能是小花了，被他一手带到4岁的小花。春晓抬起头，若他记得没错，幸福的前夫不就是叫张发吗？这是同一个人。我爹娘怎么会把小花嫁给张发？小花今年才16岁，张发都40了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爹娘怎么会同意的？你们家前年征丁也跟外头借了钱，去年张发去你们家给了你爹娘8两银子，你爹娘就把你妹妹嫁过去了。这事儿啊，村里议论了好久，你被卖的事情村里也都知道，都说你爹娘不是好的，把小花往狼窝里送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。幸福难受地捶了捶手，最后无力地放下。水口村的那家人已经与我没有关系了，他们如何我管不了。赵石头叹了口气，两人就这样坐着相对无言。春晓原本就是个电灯泡，如今这样更显得气氛尴尬。他放下手中的账表。赵石头，你如今在县城做什么工啊？一个月挣多少银钱？我做些散工，有时候帮别人扛东西卸货，有时候帮人传消息，有时候也在酒楼帮工，总之哪里有活就在哪里做，多的时候能挣500、600文，少也能挣200、300文。你这收入都不固定，家里还有一老一小要养，你存得下来钱？能存，我如今啊已经存了快2两银子了。那你又提给幸福赎身的事情，你如今住在县城里的房子是租的吧？一个月要多少钱？就一个破旧的库房，一个月就200文钱。他说的有些心虚。这样吧，你跟幸福算是故交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你看我这么大的庄子原本就缺人，你来我这处做长工如何？我给你一个月600的工钱。真的吗？小姐。幸福一下子站了起来，面上既有羞怯又有不解。自然是真的，不过你若是还想着给幸福赎身，那这600文我只能够发你300文，剩下的300文呢，我给你存到幸福的账上，等我觉得你银子存够了，我便让你赎他，如何？当真？小姐，我哪里也不去，我就跟着您。别急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这个时间可能几年，也可能10几年，你确定要这样做吗？赵石头高兴的猛点头，随后又颓废的垂下了头。我很感谢小姐您给我的机会，只是我家里还有侄儿跟老娘要照顾，我若是来了此处，他们就没有人看顾了。他不舍得看着跪在地上的幸福，指甲抠着手心，这怕是唯一的机会了，结果他却抓不住，他心里很难受。这个嘛也好解决，主要看你态度。我这里有许多房间，我可以租一间给你，倒也不用你给钱。你不是说你侄儿12岁了吗？12岁也不小了，让他跟你一起在地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，我便当他抵了你们的房租跟饭钱。小姐大恩大德，赵石头没齿难忘，我明日就把我娘他们带过来上工。抬头的时候，春晓居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泪花，希望他这样做是帮人不是害人吧。明日不成，月末来吧，既然是租房间的东西我总得布置布置，就定月末最后一天，
我到时候让幸福赶车去接你们。多谢严小姐，多谢严小姐。那我就先回去了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把幸福也拉了起来。幸福，你放心，你等着我来啊！说完便高兴地跑了出去。幸福追到门口，看着他跑远，他走到春晓身边。小姐，您是认真的吗？您真让他到这里做长工？有何不可？我缺人，你是知道的。但是幸福想一直跟着您，我是认真的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也明白了很多。后半生我只想好好的跟着小姐做事，守好小姐的庄子。这跟我用他并不矛盾啊。我虽然与他接触不多，但是看得出，他对你应该是真心的。幸福，易得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啊！我自然不会这么草率。一个人或许可以装几个月，装1年，但是不可能装几年、10几年不露出马脚。若是他真的值得托付，你们日后在一起与我照看庄子并不矛盾，你依旧可以帮着我做事啊。自然，他要跟你在一起，没有存银怎么行？我不可能把你嫁过去跟他受苦啊。你们虽然跟着我的时间并不长，但是咱们日日在一起，不是姐妹却情同姐妹，怎么也不可能让你后半辈子喝西北风啊。事情先这样定，以后的发展还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小姐，我大概是积了几辈子的福气，老天才让我跟了您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。那你可得帮我管好了，你若是把他培养出来，我又得一助力，你好我好都好。这谁呀？大老远的走一天，就为了给你送一坛的腌菜。这腌菜啊，怕是价比黄金呢。我问小姐，她说是你的故人。他是小姐请的长工，正好是我一个村子的，月底要来上工的。我看你这话是说反了吧？那人先是你一个村子的，然后小姐才找他做长工，是不是？小姐是想撮合你们吧？幸福也不扭捏，把自己跟赵石头的事情说了。美满听了，叹了口气。你虽前半生凄苦，但起码还有个人一心一意的惦记你，真让人羡慕。小姐说的对，说他是真心的，人品过得去，你也不用那么死脑筋。小姐不反对，你便好好珍惜吧。咱们是命好，碰上了好的主家。我是打定主意，这辈子都跟着他，生是他的人，死是他的鬼。我发现你如今说话是越来越大胆了，之前说话都是小心谨慎的，规规矩矩的，你还有2副面孔啊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初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，抓紧上车。从前小心谨慎、规规矩矩的都是被迫的，怕说错话，怕被责罚。这一年我算是看清楚了，小姐她就不是刻板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端着让自己不痛快，还不如活得随意些。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我吧。你这话算是说对了，你活得自在，我看的也自在，多好。幸福的情况我如今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了。美满，你呢？我都没有问过你。我看过你的契书，你是东江府人。小姐，我就不要提了吧，也没什么好提的。行，你不想说就不问了。你们俩今日的字可是学完了？春晓什么都随他们，但是这学习的事情却抓了个10分的严格。两人一听这话，瞬间头大。那个小姐，还差一点，您再容我们半个时辰，半个时辰后您再来检查。行，就容你们半个时辰。第2日，春晓去找了木匠，让他先把2号院子的一间房的家具全部赶出来。月底，幸福去县城将赵石头一家3口都接了过来。来的那日，赵石头很高兴，赵安很忐忑。赵石头的娘坐在软绵绵的床上，心中无限感慨。小安，你二叔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这样的活，你要正些气，千万不能把这个活计丢了。知道了，奶奶。这住处是什么样子的？是在乡下吗？咱们住的房子怎么样？比先前咱们住的好不好？奶奶，这处好，咱们住的房间很干净，有新的柜子，还有桌椅板凳，这床上的被子都是新的，有2张床呢。咱们在一个小院里，院子里也很干净漂亮，房间很多，现在就住了咱们一家人。奶奶，这处好。那你要好好干了。你二叔叔说，你若是做活勤快，咱这房租跟吃的饭都是免费的，你也相当于是给家里挣大钱了。我肯定好好做活。他终于不再是负累，能够帮上家里的忙了。
虽然陌生的环境让他忐忑，但是他肯定能好好的做好自己的活儿。4月，地里开始剪枝了，大家一日比一日的忙。他决定在走之前还是要再买一批人回来，不然若是他走了，地里人手不够，雇人出了什么岔子，那就真是鞭长莫及了。赵石头家已经搬来好几日了，他跟赵安也已经开始习惯这里的工作。老太太则每日在院子里做一些自己能做的活儿。幸福并没有在他跟前表露身份，赵石头也没有说，老太太却觉得这个叫幸福的管事对他特别的关照，这就让他很窝心。春晓再一次找到了乡府陈厅长，说自己20号左右要20头牛，并让厅长帮他找找布庄，看布庄有没有积压的要处理的便宜的棉布，他想多买一些。若是有便宜一点的陈棉，他也想买个大几百斤给庄子的下人用。同时要乡府帮他跟各个酒楼打个招呼，帮忙收集鸡蛋壳，又给了10两银子作为跑路的辛苦费。这些布你每日安排人洗一些晾晒干，好布那些洗干净晒好了就放到我主院那边放布的箱子里，坏色这些呢洗好了就放到我那边库房的箱子里，质量有问题的这些也要洗好了就放在这边。我知道了，小姐。那今日你让他们洗的这些是要做被子吗？这边风大，清明2日洗了晒晒就干了，你让他们这几天抽空赶一赶，做多少是多少，不行等我把人买回来他们自己再做一些。我买了人之后就要回青州了，幸福啊，你跟美满切记把人管好，不能让他们出乱子，不行呢就找赵石头春六他们那些男人协助，或者去找我大哥。小姐，那你要回去多久？路上就要10来天，回去总要待几天的。放心好了，我肯定会赶着回来的，我可得回来看着我的棉花地啊。我走的这段时间打枝抓虫这些不能懈怠，厅长已经答应帮我收集鸡蛋壳了，叶肥你们也会做，若是到时候数量不够就多买些鸡蛋，就当是给大家补补了，不能因为这些小钱失了咱们的大钱，知道吗？地费也要跟上。知道了，小姐。幸福跟美满这2天都在忙着打扫整理2号院和3号院，院落跟院落之间差不多有1炷香的路程。20号下午，厅长让人把20头牛送过来了，春晓又让幸福跟美满带着牛车去镇上把褥子全部取了回来。天刚亮，他就赶着马车接上严大山出发去县城了。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还高兴吗？再告诉你一个更高兴的消息，马上情人节啦，这不得整点仪式感吗？我刚在抖音商城买的德芙巧克力礼盒，跨年送女朋友里创意礼盒，既好看又好吃，这一盒不到1杯奶茶钱，连价格都是理想型。这些小东西真是画龙点睛，毕竟情人节给最重要的人，是得准备迎接浪漫。点商城，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，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，花小钱造大仪式感，我也点评论区看看去。衙人看到他们脸上都笑开了花，知道他们这次又要买110来个人，忙把牙行管事叫过来作陪。挑中的人中依旧是妇人居多，这次管事不用他说，主动提出送他几个孩子的优惠，弄得春晓都不知道如何是好。见好些妇人一个个目光灼灼地看着他，他总算知道他们为什么看着他笑了。他叹了口气，你们之中有哪些是带着孩子想孩子一起走的？站出来我看看。那些妇人似是早就等着这一刻，一个个从后头拉着孩子站出来，神情开心又紧张。春晓一看，这回居然有10多个孩子，有些看样子才5、6岁。他有些无可奈何地看着管事。姑娘，这可不成啊，还是跟上回一样，给你6个，要不你挑6个如何？院子里带孩子的妇人一听，立马就拉着孩子跪了下来，个个不说话，只是跪在那里低着头。大哥怎么办啊？严大山也犯难了，若是选，注定有一些母女分离；若是不选，则除非把那些带孩子的妇人换成不带孩子的，总觉得有些于心不忍。你决定吧。管事，你看看他们，那3、4个都是6、7岁的样子，你留着也无甚用处，不若一并送给我得了。那哪成啊？这些都是银子收回来的，你用不上，好些地方可专收这些小的带回去调教，好卖着呢。姑娘，你若是不想要小的，你尽管挑大的就是。一听到调教2字，春晓就想到了不好的地方，又看了看那些可怜的眼巴巴看着他的孩子。这样吧，管事，这里有14个孩子，不若我再给你买10个人，你把这些孩子都给我，成不成？我知道你们是善心，不忍心让他们母女分离。这样吧，你若是再买10个，我送你3个总成了吧？
你们也不能让我们亏本不是啊？那剩下的5个，你卖要卖多少？算你5两一个，25两如何？20两，卖就卖，不卖就算了。行，20两就20两。那咱们算账，18男子加92妇人，再加14小儿，一共是862两。也别862两了，管事，凑个整，860两。你觉得如何？姑娘，那不成，你之前也说了，明日来带人，他们这些人一日口粮就有2两银子，那怎么成啊？那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也不减你银子了，我再给你3两银子。你明天呢，安排10多辆牛车，帮我把他们送去洛口镇如何？管事脸又开始愁苦。姑娘，上次送人过去，我们的人可是赶了1日1夜的路啊，回来都叫苦。你如今又让我们去送一回，比上回人多了。这次你们可以早点出发呀，不用送到我庄子里，就送到镇上乡府门口，我们自己去接，如何啊？管事，我这可是给你做了100来个人的生意，你莫要小气啊。行，那我们寅时可就出发了，你们记得去接啊。接下来就是兑参气、交银子、办手续了。等这一套流程办完，已经是傍晚吃饭的时间了。我怎么觉得今日这个事情是不是牙行故意的？你说孩子的事吗？早看出来多半是故意的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？你知道那还都买了？这是被人摆了一道。算了，牙行的管事我看也不是个黑心人，上次我们说了要来，怕他就是留了心。他若真想赚那些黑心钱，也不会送我9个了，大概也是怜悯那些富人，又碰上我这么一个心软的买主，稍稍利用一下而已。20两我就当日行一善了，而且人家还同意给咱们送人呢。大哥，得要13、14辆牛车呢，若是去车行，不得14两银子，咱们也不算亏。我看牙行好不好心我看不出来，你是真好心，这6、7岁的孩子也做不了什么活，当给人养孩子了。你如今这样说，若是我狠心不要那几个孩子，你怕是又有另一套说辞了。你当我还不知道你啊？好人难做啊。你果然了解我，正是这样的。他们明日早走，我们是不是也得早出发呀？我们卯时出发，5时过能到，到时候让庄子带人去接。大哥，要借你的板车用一用，我那里就10个。你拿去用就是了。他们在县城客栈住了一晚，第2日天一亮就赶着马车出发了。到庄子的时候，差不多刚到未时。春晓让幸福跟美满带着庄子里的男人，把10辆牛板车都套上，一起跟着严大山去林业村借车接人。他则召集妇人整理2号院子跟3号院子的床铺。赵石头的娘就坐在院子里听着他们忙活。这院子从今日起就要住满人了。赵安偷偷地告诉他，每个房间都布置得很好，说其他房间都是给买回来的下人住的。他便在心里唏嘘，若是下人的生活都是如此，那这样的下人可是有人求着做的，比他们以前那样蝇营狗苟的活着可好太多了。春晓让美满把春院的12个男人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你们呢，是第一批来院子里的顶梁柱，我观察了你们这么久，觉得你们都还不错。如今呢，我要你们协助幸福跟美满2个，把新来的人都管好。你们可能听吩咐办好。男人们面面相觑，多是兴奋。春晓这个意思，是不是表示以后他们也会成为庄子的管事？东家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会协助好管事，管理好新来的人。有人开口，大家便纷纷开始附和。你们要记住一点，让你们管理他们，不是让你们仗着先来的优势耍威风，而是帮着一起把庄子里的事务安排处理好。春晓看向美满，你把他们分一分，分成3组，一组呢帮你带一个院子，再挑3个得用的妇人出来加进去。是，小姐。好啦，这么多的人，赶紧安排几伙人，把3个院子里的饭做出来。等会儿我们就在1号院子吃饭。哎，对了，以后找2个人专门去主院那边做饭，总不能老是占用他们的口粮不是？小姐，可没有占用他们的口粮，咱们在那里吃的是有多给你的。你最好将后勤这块分好，每日采买
多久吃肉这些弄个详细的安排出来，这样执行1个月，庄子日常开销咱们也有个数。等菜地里的菜都长起来，吃的又能好一些。小姐，这个多久吃肉怎么定？1个月一回，或者2个月一回？先半个月一回吧，一回1人半斤的量，吃肉嘛，也吃不了多少钱的。小姐，咱们庄子的下人可是比附近村子人过得都好，这话可是附近村子的短工说的，可不是我夸的。那就让他们羡慕去吧，我管不了别人，管管自己人总可以吧？只要这些人勤劳肯干，优待一二，有何不可？吃完了饭，幸福跟美满便带着人去了2号院跟3号院，春晓回了主院。他如今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算账。今日一算，银子只剩下1430多两了，真是肉眼可见的少了。今日所有人都下地了，春晓给每个院子都划分了做活的区域，由昨日选出的小组负责带着做活，而总指挥就是幸福跟美满。赵石头有时候看着的幸福，他心里会有些自卑，他觉得自己执着是不是一厢情愿，这样的幸福他是配不上的。只不过如今长工的生活舒适又安逸，对于老娘和小安来说是再好不过的，就这样本本分分的看着幸福过一辈子，他觉得也挺好的。23号的时候，春晓跟幸福美满又对了一下棉花种植的流程和要注意的事项，把庄子各处都走了一遍，又看了看打井的进度，确认放心之后，给幸福还有美满留了150两银子。晚上收拾好行李，第2日一早便赶着马车正式踏上了回青州的路途。视频看到一半，提醒我该充电了。刚好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这个120瓦快充充电器，充电速度快，还不伤机，一单不到9块9。我还买了好多数码用品，好用又便宜。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现在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好东西我都提前给你挑好了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。自然是先去林业村接上了舒文。舒文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，上了马车便抢了他车夫的位置。姑姑，咱们怎么走啊？先去县城看看马行有没有去青州的车，打个商量跟他们一起，若是没有呢，咱们直接按照上次来的原路走。2人下午到了县城，去马行一打听，说他们晚了1日，昨日有一队人马租车去青州，今日没有，还问他们要不要等2日。春晓谢过之后，让舒文直接出发了。虽说路上没伴儿，旅途难免寂寞，但是想一想，这样他们到了一处还可以自由地逛一逛，给家里人挑一挑礼物，单走也没什么不好。来的时候是赶着时间走，怕晚了耽搁要事，所以一路上到了地方也没有逛一逛。这次不同，他决定跟舒文趁机在各处玩一玩，见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。游玩的第一站自然是三川县，结果2人还没到三川县就出了一点意外。我不管，你们赶紧下车，撞了人啊赶紧赔钱，不然我可就要报官了。年轻男子拦着他们，嚣张叫嚣：我都没有碰他，他怎么就摔倒了呢？地上的年轻女子躺着一动不动，像是昏迷了。春晓也从马车上下来，查看倒在路中间的人。姑姑，我真的没有撞到他，我看到他我就勒着马绳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倒了。春晓看了看荒芜的山路，怎么这处还有人？听舒文的意思，并没有碰到这个女子。他用手使了些力，捏了捏倒在地上的姑娘的手，果然看到对方眉毛轻微的动了动。他轻掩了笑，没想到这古代也有碰瓷的。他站起身，转身看向一脸紧张看着他们的年轻男子。既然我们撞了他，那这样吧，前面就是三川县城，我们要赶紧给他医治才对。麻烦你帮我们一起把他扶上车，我们得快一些。你们别碰我妹妹，碰了她怕是更严重了。你们把治病的钱付了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那你想要多少治病银子？那男子伸出2根手指，想了想，又缩回了1根。1两银子，给1两银子就成。视频看到一半，提醒我该充电了。刚好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了这个120瓦快充充电器，充电速度快，还不伤机，一单不到9块9。我还买了好多数码用品，好用又便宜。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。现在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，好东西我都提前给你挑好了，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。春晓看了看2人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从荷包里拿了1两银子给他。赶紧带你妹妹治病去吧。那男子拿到银子，瞬间眉开眼笑，立马把路中间躺着的人拖到了一边。舒文有些纳闷地看了眼春晓，2人上车继续赶路。姑姑，这2人明显就是故意讹人的，你怎么还相信了他们，给了他银子了？我自然知道他们是故意的，但是
谁还没有个困难时候？就当我今日心情好，送给他们的好了。那若是他们觉得这次得了手了，觉得来钱容易，每日都这样，那咱们岂不是助长了他们的气焰？不会的。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啊？不过你又不认识他们。就是一种感觉。好啦，不说他们了，前头就是三川县城了，我们看看找谁做向导，带咱们游一游才是正事儿。半个时辰后，车子进了县城，他们先找了间客栈投宿，顺便寄养了马车，将换洗的行李放在客栈房间后，春晓便带着舒文出去了，一路打听县城好玩的地方。听闻城郊一处庄子，庄子里种满了各种花类，如今那处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，景致很是宜人。今日晚了，二人决定明日去看上一看。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。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，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，关键是没花1分钱，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，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，抽中了直接到账，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。二人逛了会儿街，买了一些地方特色的好吃的好玩的，又在街角看了一场皮影戏，直到天黑才意犹未尽地回了客栈。第二日，他们起床便直奔郊外的那处庄子，都不用别人指路，顺着花香他就找到了地方。到了地方才知道，何止是景色宜人，简直就是人间难得的美景。哇，姑姑，这也太美了！你这个反应有一些迟钝啊，现在才问啊？我刚刚太震撼了，半天想不到该如何形容。这跟您的棉花地一样壮观。这个傻小子，这怎么能跟棉花地比呢？棉花地跟这呀差远了。他们沿着地边一直走，空气中都是浮动的花香，太可惜了，这样的美景没办法拍照记下来。姑姑啊，你说这么多地全都用来种花，这花又不能吃，多浪费啊！或许人庄子主人有钱，就想种一地的花好看呢。我看二位一定是外地才来不久的，这庄子在我们这里可有名了，主家是做胭脂水粉生意的，三川县城最大的胭脂铺子就是他们家的。春晓囧了囧，谢过边上解惑的妇人，原来是做脂粉生意的，难怪。他们转了2圈，突然发现前头的路上围了一堆人。姑姑，前面有事，我们去看看。不待春晓回应，舒文已经拉着马车往前赶去，还没到跟前，就听到了争吵的声音。好你个小毛贼啊！今日总算是找到你了，胆子不小，还敢偷我们地里的花卖。哎呀，别打了，不就是几朵花吗？你看2个人身上都打出痕了。各位看官有所不知，他这偷花已经不是1次2次了，属于是屡教不改，不给他点教训，他怕是还有下次。我们这花种起来可不容易了。舒文牵着马走不到近前，只好蹦起来看。春晓上了前，好不容易挤进去，看到地上蹲着2个衣服都被抽破了的10几岁的少年人。男孩子把女孩子护在怀中，手里还握着几朵残败的花。他仔细一看，这不是昨日城郊碰到的碰瓷2人组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变成了偷花贼？今日让我逮住了，赔钱吧。没钱，我们就摘了几朵而已，之前偷花的也不是我们。狡辩没用，赶紧赔钱，不然我可就要让你们没好果子吃了。围观的人劝了2句，见人家要教训人，就纷纷散了。男孩大概跟舒文差不多大，此刻就这样紧紧地护着女孩，没有动弹。那小厮见他们没有赔钱的意思，有些上火，就准备一鞭子抽上去。我说小哥，几朵花而已，何必动怒啊？这位小姑娘，刚才说的你怕是没有听见，他们这不是第1回了，我得给他们点教训。就是第1回，之前的不是我们。那个男孩倔强地看着他。你还敢瞪我？哎，小哥，你看，他们这身上也伤了，您呢就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这里这么多人，您当着外人的面动粗，对您庄子名声也不好，不是？那小厮看着不远处看着的众人，恨恨地甩了一下鞭子。今日有客为你们求情，我看在客人的面子上就算了，若是再让我发现，看打不死你们。说完看了一眼春晓，走了。春晓看着蹲在地上的2人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起来吧，人都走了，怎么今日不讹人了，改偷花了？语气中调侃的意味比责怪更重。那男孩仔细看了看他，又看到了他身后的舒文，突然就红了脸，拉着女孩站了起来。对不起啊。这事认出来了，居然没有任何辩解。姑姑，
他们是昨日那2个人。这也太巧了，居然又遇上了。你们住哪里啊？我送你们回去。不回去，不能回去。为何不能回去？春晓皱了皱眉，他也只是顺带好心，可没想到人家还不领情。姑姑，昨日是我们不对，骗了你。你住哪里啊？等我挣了银子还你。这声姑姑让春晓一愣，他看了眼舒文，又看向2人，笑了笑。算了，本就是送给你们2人的，不用你们还。你们为什么不回家啊？我们身上有伤，衣服破了，娘看到会难过的。今日是她的生辰。那女孩子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了。来，上车吧。姑姑啊，可是难得发回善心，带你们去看伤。错过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了啊。你们也不想让你们娘知道吧？2人这才跟着他们上了车。舒文坐回马车车架，看了看车里人，这人学他叫姑姑，学的倒是挺快。姑姑，咱们现在是回县城吗？回去吧，找处药堂停下。车子走了，春晓又看向2人，明显男孩身上的伤比女孩严重。以后莫要去偷花了，下次被抓住，可就没这么容易放你们走了。我们真的是第一次。今日是娘亲的生辰，是想送束花给她开心的，就摘了几朵，都坏了。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，没有零食怎么行？我刚买到的试吃零食麻辣王子辣条，解馋香辣，太适合看剧了。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试吃零食，身边的朋友嘴馋了，直接在这里尝鲜。这一包才9块9，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，好多领券后才不到9块9。点商城，进大牌试用，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选。要送花也是你们爹送，你爹送你娘会更开心的。小姑娘突然就呜咽了起来。爹死了，死在战场了，娘她病了，日日哭，我们想让她开心一些。又是一家因为战争而遭到迫害的家庭，也不知道这仗要打多久，不然这样无辜的家庭只会越来越多。春晓心中升起了无限的怜悯。马车很快到了一处药堂，春晓带着2人下了车，让大夫给2人擦药，顺带又买了一瓶好的伤药。男孩拿着药瓶子对着春晓鞠了个躬。谢谢姑姑。春晓见2人衣服都破了，索性就好人做到底，带着2人去成衣铺子，给他们1人买了一套成衣。好啦，我与你们也算是有缘，送你们一身衣服，伤就不会被发现了。姑姑也要走了。男孩擦了擦眼角。姑姑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们如何寻你啊？春晓笑了笑，居然还想去寻他。寻我做什么？我从彭东来，离这里远着呢，回去吧。姑姑，我叫杨怀天，这是我妹妹杨雪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姑姑叫严春晓，我叫严舒文。好了，我们要赶着回青州了。舒文突然从怀中掏出了2两银子，递到男孩手中。拿着吧，我们走了。2人直接出发，赶往万丰县。想不到你还挺大方，2两银子说给就给啊。姑姑，你别说我，你买的药跟衣服可不止2两银子，我就是觉得他们真可怜，跟他们比，我可是过得太幸福了。看来我们的舒文是真的长大了呀，都有自己私房钱了呢。这么精彩的内容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，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，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，每周还能0元抽奖，免费的麦当劳真香，大家快去看看吧，和我一起来省钱。姑姑，你就别笑话我了，我这才多少呀？我可是跟我爹说好了，庄子收成了我要从他那里提成的，还要回去也要跟二叔要，不然我干嘛给他们管庄子，天天累得要死。你年纪小小的，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攒钱娶媳妇儿啊？还不到娶媳妇的时候呢，我要攒钱自己买一个小庄子，这样攒的钱才会越来越多，就跟姑姑你一样。还算有些志气。哎，咱们家如今不缺钱，缺人呢，要不你还是准备准备娶媳妇儿吧。哎呀，姑姑，你怎么3句话不离娶媳妇儿啊？我才多大，我才不要跟你说呢，我要偷偷攒钱，最后让你们刮目相看。行，我看好你，你要多努力啊。一路上游游逛逛，看到许多人颠沛流离，他们也渐渐失去了游玩的心思。姑姑，咱们如今已经在青州的地界了，已经走了大半的路程了。你娘若是看到你啊，肯定开心，我娘看到我肯定也开心。春晓趁着夜间休在左园的功夫，带着舒文去了成衣店，
给家里每个人都买了套漂亮又得体的成衣，当然也包括舒文跟他自己的。又去胭脂铺子给淑凤买了一套胭脂水粉。今日宿在县城客栈，便觉得有些煎熬，睡了1-2个时辰都无法入眠。他起床喝了杯水，在窗口站了许久，才又重新入睡。马车的速度很快，以前大半日的时间，他们不到2个时辰就到了三叶镇。他如今简直是归心似箭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他们进了村子，两人直奔严大山家，结果发现家门紧闭。村里人看到马车进村，许多都跟了过来，发现是他们，忙围了过来。春晓啊，你们回来了，你们家出事儿了，严琦被人掳走了，你爹他们都出去找人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我弟弟被人掳走了？是啊，不止严琦，还有李正家的吴忠，村里许多人都帮忙出去找人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春晓有些慌了神，有个3、4日的时间了。本来还有严龙3人下学都到村口了，结果被路过的马车给掳了。也幸好二牛在救下了严龙，不然呢，这3个人都要被掳走了，真是造孽呀！我爹他们去哪里找人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走了有2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二嫂在家。春晓一听，忙让舒文赶着车去了大何家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张氏正在卤肉，听到车马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忙跑到院子里叫舒朵他们，结果看到春晓他们进了院子。小妹，你们回来了。他有些喜极而泣，看了看门口的马车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又有贼人掳孩子呢。舒朵跟盼儿2个从房里出来，看到春晓跟舒文，一下子哭了起来。姑姑，小琪没了，哥哥被抓走了。好了，不哭啊。春晓看了看一旁魂不守舍的舒文，你别慌，我们先把事情理一理，再想办法找人。舒文看着他点点头。二嫂，二哥是也出去找人去了吗？都出去了，出去2日了，没回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找了。可有报官？报官了，第2日相府的人就来过了，还问了二牛他们话，只是后面就一直没消息。3、4日的时间，若是人贩子，怕可能都不在县城了。他压了压心绪。二嫂，如今家里就你一个人撑着，可忙得过来？无事，家里孩子多，我又走不开，生意那头又不能轻易就断了。我每日卤肉送货，望祖帮我去拿货。庄子那边如今运作正常，有下人们管着，没事。你的棉花地村里人也帮你看着在，木生叔还有石柱叔他们都帮忙去找人去了。不首次下单有10元无门槛，或买20减18的优惠券，像我买的德芙巧克力礼盒优惠后才1块钱，关键还包邮，入口我放评论区了。二嫂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若是二哥回来，就跟他说我们去找孩子了，让他们等我们的消息。我知道了，那你们现在就走。啊，回去放了东西就走。春晓让舒文把马车赶去了村尾，地里果然有不少人，见马车过来，全部围了过来。春晓，你们回来了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家小琪出事儿了。方氏跑了过来，又有好几个人跑了过来。方婶儿，各位乡亲，多谢你们了。我也是刚回，家里的事我们听说了，我东西放下就准备走了，下回回来我再感谢诸位。哎呀，别说感谢的话，找人要紧。大家也知道现在不是叙旧的时间，帮着他把马车上的东西搬进了屋，又看着他们赶着马车走了。春晓带着舒文先去了崔氏家，二牛看到春晓有些怵，但还是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：“春姨。”二牛，你跟春姨说说当时的情况如何？二牛站在那里不说话，一旁的崔氏推了他2把：“你说呀，看到什么说什么，上回跟差爷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”春姨，我不是故意不救严琦，他们跑得太快，我拉了严龙，后面就追不上了。他说的有些委屈，似是怕春晓怪罪。春晓，我家二牛说的都是实话，他追马车后面还摔了一跤，胳膊都摔破了。崔氏说着去撩他的袖子，手臂上果然好大的一片擦伤。春姨不怪你，二牛很勇敢，救了严龙。春姨只是想找找线索，好去找严琦。二牛这才没有那么忐忑。
我在村口玩，严琦他们往我这边来，突然出现了一辆马车，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抱上了车。严龙是最后一个，发现不对就往我这边跑，有个人在后头追，我便拿了石头砸了那个追赶的人，一边砸一边喊救命。那人追了小段路就转身回了马车，马车就跑了。我去追，结果没追上。他们有几个人？可有熟面孔？没有见过的，不是咱村子的人。追的一个人，赶车的一个人，车里也有人，几个人就没看见。可有说话？是不是咱们这里的口音？没有说话，那个追的人嘴巴那里有个痦子，其他的没有注意。多谢你二牛，等春姨找到了小七，春姨再来好好谢谢你。春晓又与崔氏道谢。哎，应该的，你们赶紧去找人吧，村里出了这样的事儿，这吓都吓死了，官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消息。春晓带着舒文走了，他们没有在镇上停留，而是直奔县城。姑姑，咱怎么办才好啊？如今爷爷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，娘怕是要急死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不能着急，先到了县城再说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，上闲鱼有钱花。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要先找到线索，若是没有线索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二人傍晚时分到了县城，他们找了一家客栈投宿。时间晚，府衙此时已经下职了。春晓去书斋买了一沓纸，回到客栈，去客栈后院的灶房里找了一根结实的炭枝，用刀削尖了，回了房。姑姑，你准备做什么呀？画几幅悬人的画像。就他在县城看到的那些画像，都是神似形不似，如何找？他得画一幅素描画像才行。大概过了2炷香的时间，春晓的画画好了，他拿起来看了看，跟专业的差远了，不过还算勉强能用吧。姑姑，你画的可真像啊，这一看就是严琦。还要画一幅吴中的，2个一起被掳走，一起找才好找。只是吴中他接触的不多，只能努力去回想。吴中的画像删删改改，差不多画了半个时辰才好。像不像？像。像就好。初稿出来了，那么后面就只要照着临摹了。舒文很想帮忙，但是他试了一下，磨得不伦不类，最后只能在一旁帮他削了好几个炭笔。春晓忙了一整晚，将2人的画像各临摹了20张。第2日一早，春晓便带着舒文去了府衙，交了办差钱，让府衙帮忙发悬赏，并且给了他们1人10张画像。凡提供有用线索的人，就能得到赏银10两；若是找到人送回，得赏银100两。联系地址便是目前所住的客栈。100两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巨款了。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贩卖一个小儿最多也不过10来两银子。若是那些劫匪看到，或许会为了钱财将人送来。他如今的重点不在于找到坏人，而是要将人先找回来。